本是同胞兄妹，命运却与你有别。妹妹成功觉醒冰系攻击魔法，成为勇者，替父母报仇指日可待。而一腔热忱的哥哥每日诚心的祈祷，最后却只换来一个从未记载过的复活技能。看着眉头紧皱的祭司，哥哥明白这个一生只能用一次的技能，注定让他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勇者。周围的人满是鄙夷的看着这个废物，就连亲妹妹都瞧不起他，并劝他停下来，但他仍然不肯因此放弃。哪怕是当个三流勇者，他也要将这条路走下去。可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队友的背叛却让这唯一的希望都破灭了。被推入悬崖的哥哥，成为了两人逃跑最好的缓冲剂。而本就弱小的哥哥哪里抵挡得了这无数的食人兽，终是被啃食殆尽，失去了生机。幸运的是，复活技能的生效，倒是给了他再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只是没想到的是，却不再是以人的身份，而是自己所憎恶的魔界生物，甚至还是级别最低连话都说不了的骷髅怪。一时间难以名状的忧伤涌上心头，自己明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却依旧饱受讥讽。也许妹妹说的是对的吧，也许真的该停下来。不争气的泪水止不住的从那两个窟窿涌出。难道真的只有强大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勇者吗？然而男人却在这时猛地坐了起来，因为他突然醒悟过来，自己已经是怪物的身份了，那就意味着他也可以像怪物一样升级进化并获得技能了，甚至日后成为堪比 S 级勇者般的存在也不是没有可能了。看来这副身体也不完全是坏事呢。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男人机智地利用装死，巧妙地获取这个洞穴里的情报，比如眼前这个地精就是属于比较弱的怪物，可毕竟只有1级的自己正面还是刚不过的。就在地精被地上的动静吸引注意力的一瞬间，突然出现在背后的男人上来就是一剑，地精直接原地去世。随着系统的提示响起，3点经验值成功收入囊中，男人不禁感叹起自己的机智，真是可怕的才能啊！看着等级提升的面板，男人相信只要到了5级，应该就能迎来第一次的进化。只是击杀低等级怪收获的经验也是少得可怜，继续这样下去，完成最终目标可能还要几十年吧。为了尽快变得强大，他必须要寻找些更高级的目标。于是如法炮制下，男人终于等来了一只7级的红眼凶狼。只要能拿下它，肯定就能满足进化要求了。虽然对方要强大的多，但男人通过几天的观察，还是很快找到了方法。那就是红眼凶狼有个特性，无论是勇者的尸体还是背包，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而事实也果然如男人所料，对于只剩一副白骨的尸体，凶狼直接选择掠过，而是朝着行李走了过去。也正是这一刹那，男人瞅准机会突然暴起。等凶狼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柄长剑早已没入了他的身体。即使他并没有当场死去，但坠入悬崖的下落之势却也让他很难再动弹半分。而紧随其后的男人更是在落地的一瞬间再次补上一剑。虽然最终是收拾掉了这个孽畜，但由于等级的差距，凶狼的临死反扑也是成功废掉了男人的一条手臂。不过随着经验值的到账，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男人甚至越来越喜欢这副诡异的身体了。下一秒，无数的能量开始涌入男人的身体，所有碎裂的骨头也在进化中慢慢复原，直到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系统再次响起了提示音：进化成功，地级怪物食尸鬼习的技能再生。他被丢入魔窟痛失生命，却意外以怪物之躯涅槃重生。原来男人有着一生只能用一次的复活能力，可这样的神技却一直被认为是个废物技能，只因这是一个人类与怪物共存的世界。人类在12岁之前都有一次从神明那里获得力量的机会，于是类似火焰斗篷和圣锤之力的攻击型技能就成了作为一名合格勇士的必要条件。而小时候亲眼看到父母被怪物残害，这份力量也成为了这对兄妹最渴望的东西。可相比妹妹的天赋异禀，上帝却跟少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个无法在战场发挥作用的技能，让他只能负责职业生涯里最琐碎的任务和杂活。可残酷的现实却连这份卑微的生命都不愿再施舍给他。队友的抛弃，怪物的撕咬，除了死亡倒是给了男人使用技能的机会，只是这次却让他成为了人类敌对的阵营。正当男人对自己的新身体感到绝望时，他意外发现随着怪物的进化，自己的外表也会随之变化。为了尽快恢复人类的外貌，他决定打起精神努力升级。而更令人惊喜的是，身为怪物的他竟然可以拥有多种技能。相比只能有一种技能的人类，他这个怪物躯体与人类智慧的结合体，将真的有可能成为至高无上的 S 级勇士。看着自己的系统面板，男人不敢相信这么快就比曾经的自己要强得多了。自从第一次进化获得了再生的能力后，男人轻而易举连续击杀了巨属鲸和猪头怪，就算遭受了创伤再生也能很快的治愈自己。而且属于亡灵的他似乎一点也不会觉得疲劳，只是唯一一点就是依然不能开口说话。要是妹妹看到这副模样的他，肯定在认出他是哥哥前就已经将他击杀了。哪怕是为了唯一的妹妹，他也要尽快恢复人样才行。就在这时，突然的一声异响让男人立马警觉起来。本以为是有妖精靠近，却没想到竟然是人类，而且最关键的是妹妹竟然也在其中。虽然地下城离城镇不算远，但男人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与人类相遇了。与此同时，他们的争吵声也越来越大。原来是因为药品准备不足，妹妹正大声呵斥着队友。打圆场的粉毛妹子却表示情况也没有那么糟，普通的伤势简单清洗一下也是没关系的。可向来严谨的妹妹却仍是不依不饶，一个连工作都不认真的人能成为我们的依靠吗？而且这里是地下城，真的被怪物咬了要怎么办？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一时间男孩竟被对得哑口无言，就连一旁偷窥的哥哥都不禁感叹，果然还是那个咄咄逼人的妹妹啊。虽然说的没错，但她也太苛刻了。
可内心的松懈却让男人的手指不小心敲到墙壁，发出了声音。一瞬间，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妹妹更是直接启动了寒冰法阵，第一时间朝着发出声响的位置发动了攻击。看着快速飞来的冰刺，男人都懵了。你个小妮子也太狠了吧！还不等他过多反应，穿透岩层的冰晶直接划破了男人的手臂，失去掩护的他顿时暴露在了众人面前。看着那一副浮面无表情的面孔，男人知道要出大事了。毕竟现在才14级的自己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3个？更何况还有个实力强大的天才妹妹。食尸鬼是具有治疗技能的，丽娜率先分析起了目标，所以我们要一口气直接干掉他。名为德里克的少年也在这时现出了计策。男人应该很后悔刚才替他感到同情，不过妹妹的话才是最令他感到无语的。在安全距离将他逼到绝境后再一击毙命才是最有效的做法，好吗？没想到还是你个小妮子最狠啊！面对18级的妹妹，男人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有胜算，可要想在这3人手里逃脱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然而严峻的形势已经容不得男人过多的思考，一柄喷着火舌的剑正朝着男人袭来。男人捡了只老鼠3口吃掉，却立马被人围住要求赔偿。原来重生后的男人早已没了人样，丧失语言的他更是无法第一时间为自己辩解，哪怕是身为亲妹妹的卡米尔，此刻的眼里也只有令人厌恶的怪物而已。刹那间，一柄火箭直接朝着男人劈来，与此同时，丽娜一个闪身瞬间堵住了男人的退路。情急之下，男人也只能硬扛下这一次攻击。虽然他也不想攻击人类，但再不反抗他可就真的要嘎了。眼看着那柄火箭再次落下，男人不退反进，踢起一块石头直接逼停了德里克的攻势。可还不等他过多惊讶，眼前的怪物再次出乎意料地贴近了自己的身体，紧接着用力的一掌推向自己的胸口。德里克竟一时岔了气，坐在地上动弹不得。眼看着怪物即将逃脱，丽娜再次发挥她速度上的优势追了上去。男人明白目前还不是自己能全身而退的时候，于是故技重施，再次回头面向了人类。凭借再生的能力，他无所忌惮地挡下了这次伤害。紧接着那佯装袭向人类的爪子反手却将他的武器拍飞了出去。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食尸鬼竟然会用谋略打败他们，而这也正是男人心中的计划。可下一秒，得意的男人却再次紧张起来。Ice Arrow 是魔法吟唱，一瞬间无数的冰锥直接击碎了男人左腿的大部分肌肉，巨大的冲击力更是将男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千算万算，竟将实力最强的妹妹给忘了，这样下去可真的要完蛋了。男人艰难地支撑起身体，用仅剩的魔力恢复起自己的伤势，直到亲自感受过后，男人才明白妹妹的攻击力真是强得太离谱了。虽然再生只要1分钟就能完全恢复，可眼下自己真的还有1分钟的时间吗？只见卡米尔面无表情的再次吟唱魔法，巨大的法阵中心一把冰晶3叉戟精准的瞄向了眼前的怪物。此时身负重伤的食尸鬼已然是案板上的鱼肉，然而看起来他似乎并不想就此放弃。只见他竟开始掐住自己的喉咙，然后艰难地发出了一个晦涩难懂的音符。可卡米尔却瞬间一副惊愕失色的模样，原本落在怪物身上的攻击也被偏移的半分。面对同伴的质问，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只是潜意识里告诉他必须这么做。看着巨大的冰晶，男人真庆幸呼唤妹妹名字的方法成功奏效了，否则后果真不敢想象。与此同时，再生也终于完成了伤口的修复。眼看着妹妹重新吟唱起魔法，这一次男人再也不会给她机会了，果断伸出利爪朝她冲了上去，吓得妹妹直接中断了施法。可预料中的攻击并未到来，反而是看见食尸鬼转身跑进了黑暗里，这可让卡米尔更加疑惑了，是假动作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可更令他奇怪的是，为什么刚才好像听到了哥哥的呼唤，但那的确是亡灵演变的食尸鬼啊！希望是自己听错了吧。男人怎么也想不到，一直被呵护长大的妹妹却对自己这个哥哥如此嗤之以鼻。对于哥哥想要当勇士的执念，妹妹总是无情嘲讽并劝他放弃。可其实所有的否定与打击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弱小的哥哥罢了，否则也不会在刚才仅凭一声呼唤就放过眼前这个怪物。一切都为了找到失踪的哥哥而抱有的一丝期待而已。但侥幸活下来的哥哥却依旧心有余悸，看来之后在找怪物的同时还必须要避开些人类了。可正当男人准备与他们背道而行时，他却猛地一惊，原来妹妹一行人竟走向了地下城的更深处。要知道人类是无法长时间待在地下城里的，只因这里浓厚的黑暗魔法会不断的侵蚀人类，因此若非有万全的准备，人类一般是不会往深处走的。对于其中的危险，男人非常清楚，可要是再次被他们发现，一定难逃一死。于是男人也只能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不过很快他们就突然停下了脚步，一具勇士尸体的出现意味着危险也离他们不远了。可这却依旧挡不住卡米尔想要继续的决心。尽管同伴纷纷开始担忧接下去的危险性，但卡米尔却始终坚持自己已经探索过很多次了，只要大家配合好，以目前的水平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是要自己做他的副手。一份对卡米尔的质疑此刻萌芽在德里克的心底。与此同时，躲在暗处的男人开始担心之余，更多的是对妹妹的不理解。虽说强大的怪物喜欢聚集在魔力浓厚的最深处，但万事总有意外，小心行事是进地下城首要注意的事。可向来谨慎的妹妹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冒险呢？只是下一秒，男人的面色却变得凝重起来，周围的环境开始不断的晃动。随后，一只本该待在最深处的20级食人魔，竟意外出现在众人面前。面对等级和实力的压制，若是无法成功逃脱，就一定会有所伤亡的。男人能做的就只有帮他们分散食人魔的注意力。可男人很快又打消了这个想法，因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他们误以为是被包围了。
到时候只会适得其反，造成他们的慌乱。意料之外的强敌很快让队伍出现了骚乱，但源于冰系魔法的强大，卡米尔始终坚信团队合作就能应付眼前的怪物。德里克虽然对此不是很有信心，但迫在眉睫的形势还是让他不得不迎难而上。可刚刚燃起了赤焰之剑，甚至还没靠近半分，就被食人魔一棒子锤飞了起来。与此同时，丽娜很好的抓住怪物攻击的间隙，一个闪现瞬间来到了他的背后。然而怪物的反应力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粗大的木棒在丽娜出现的一瞬间狠狠地砸在他的身上，看似随意的一击竟直接让丽娜身负重伤。不过好在卡米尔的冰晶魔法也在这一刻蓄力完成，一时间2枚巨大的冰剑直接袭向了怪物的要害。可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一块竟被木棒轻松当下，剩下的一块更是怪物直接徒手抓住，稍稍用力就当场被粉碎掉。卡米尔也没想到自己得意的魔法竟对这家伙毫无作用，而目睹这一切的男人也同样更加焦虑起来，因为他明显感觉到他们之间一点配合都没有，这根本就是之灵师组建的队伍，情况开始变得糟糕了。可卡米尔似乎还想再尝试一下，立刻要求2名同伴继续吸引怪物的注意力，只要为他争取足够的时间就还有机会。可德里克心里早已打起了退堂鼓，速度与力量的差距让他根本没有信心再面对怪物，而卡米尔此刻的话更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想要直接逃跑似乎也不可能逃得出怪物的追捕，看来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听卡米尔的了。在找到丽娜简单商量一番后，两人却分别表现出了一丝微笑和愧疚。接下来两人开始不停地在怪物身边骚扰游走，而卡米尔则只能孤注一掷，原地吟唱起最强大的冰毛术。可就在魔法阵出现的同一时间，德里克却像是终于等到了机会一般，马上呼唤起丽娜的名字。下一秒，丽娜一个闪现竟将德里克一同带到了卡米尔的背后。卡米尔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在关键时刻将自己出卖，可即将迎面而至的食人魔已容不得他在意这些了。好在冰毛术也在这一刻顺利完成，巨大的威压似乎连怪物都产生了恐惧，一瞬间飞射而出的冰毛轻易地划断了他的手臂，可毫无防备的卡米尔也因此硬接了一棍，脆弱的身躯直接被击飞了数米。眼看着被重创的怪物也变得更加疯狂，德里克终于吐露出心中的不满，一开始都是你的错，非要进入到这么深的地方，还有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坚持找你哥哥，这么低等级的勇士消失了，除了死还能是什么呀？什么？竟然是这样。男人这才明白，其实妹妹心里一直在关心着自己，与此同时脚下的动作也更快了半分。眼看着巨大的棒槌朝着自己袭来，无能为力的卡米尔也放弃了挣扎，只是陷入昏迷的同时依旧在责怪那白痴哥哥，为什么自己这么弱小还要这么鲁莽。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赶到的男人直接一拳打在了食人魔的脑袋上，猝不及防的一下倒的确成功阻止了他的攻击，只是接下来就要男人独自承受他的怒火了。被同伴抛弃的人类少女却被敌对阵营的怪物所救，原来卡米尔并不像表面那样看起来这么讨厌哥哥，甚至为了找到他不停地探索地下城的深处。可临时组队的成员又怎会理解他的用心，危难来临之际也不过当他是个拖延时间的牺牲品。体力不支的卡米尔放弃抵抗后也渐渐陷入了昏迷，而他更是不会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哥哥此刻正站在面前为他解决这最大的麻烦。虽然双方的等级相差悬殊，但好在妹妹之前成功斩掉了怪物的一只手臂，不仅有效拉近了两人的差距，还为男人的反击创造了突破口。可就在集中攻击左侧的时候，却发现食人魔巨大的攻击范围使得依旧很难被接近。既然如此，就不能再做无谓的攻击了。于是男人果断改变策略，开启了认真摇摆模式。虽然这样会很耗费体力，但只要像苍蝇一样一直躲避他的攻击，就一定能激怒这个大家伙。很快食人魔就扛不住这烦人的骚扰，恼怒的张着一口大牙就朝着男人扑来。而这也正是男人所期待的，哪怕丢掉一只手臂也必须要接近食人魔。而他的目标既不是由胸腔保护的心脏，也不是被头骨保护的大脑，而是一口咬在了怪物的脖子上。只是瞬息，这个庞然大物就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生机。随着系统提示的响起，男人竟整整提升了4级，直接到了18级。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方法真的成功了。至于他的伤势，只需要再剩一下就立马又恢复了。不得不说，这个技能是真的好用，只要没有完全死掉就能恢复任何伤势。不过眼下还是先将妹妹带到安全的地方要紧。同时男人也明白自己要是不做点什么，妹妹以后一定还会再进来的。巧的是回去的路上，男人竟意外找回了丢失的剑，这倒是让男人一下子有了主意。洞穴入口一个声音瞬间吸引了2名勇士的注意，竟然是个变态的食尸鬼正准备袭击一位女孩。说时迟那时快，一支箭直接擦着男人的脑门飞了过去。就在怪物离开后不久，卡米尔也渐渐苏醒了。对于被赶走的食尸鬼，他倒没有什么印象，只觉得好像是有人救了自己并被走了自己，而且那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可很快卡米尔就否定了这不现实的想法。姑娘，那把剑是你的吗？妹妹这才发现自己怀里竟抱着一柄短剑，下一秒那熟悉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直到看清上面的字迹，他这才明白，原来哥哥真的没死，他还活着。一时间泪水止不住地涌出了眼眶，长久以来的压抑与悲伤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与此同时，另一边正奔向黑暗的男人也将再次踏上升级进化的道路。无休止的战斗为的就是能早日恢复人样和妹妹团聚。然而这些小怪的经验简直少得可怜，要是没有强大的怪物提供经验，就无法得到显著的提升。可就算如此，男人也不想再碰见那些家伙了，因为他明白上次获胜只是侥幸而已，再次发生那样的情况，不管自己有多少条命，估计都不够用的。
可实际情况却总是事与愿违。一只握着剑的手正缓缓靠近了男人的后背，为了变强，他大口吃着尸鳖，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了别人的猎物。随着耀眼的红芒一闪而过，手中的尸鳖瞬间一分为二，强大的威力让男人不禁一阵后怕。定睛看去，这才发现竟是至21级的石像鬼。可这里怎么会出现20级以上的怪物呢？男人十分不解，只是接踵而至的攻击容不得他再有半点分心。随着怪物口中开始凝聚一道紫光，下一秒炽热的火焰喷涌而至，用来格挡的手臂瞬间受到了灼伤。可还不等男人喘口气，狡猾的石像鬼竟趁乱又刺出一剑。虽然艰难，但好在还是躲过了这致命一击。只是接下来的一拳却是再也逃不掉，脑袋被砸在石头上，顿时一阵天旋地转。男人明白这不可能是自己能应付的，赶快逃跑是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家伙竟连速度都这么快。眼看着石像鬼的大剑即将落下，男人却不退反进，直接一拳轰在他的脑袋上。可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拳竟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反而是他的随手一挥，倒是将男人直接砸得飞起。然而当男人还想继续逃跑时，却被一道悬崖拦住了去路。与此同时，石像鬼也追赶而至，炽热的火焰再次涌向了男人。可同样的招式，男人绝不会上第二次当。故技重施的石像鬼这才发现，原本的位置上早已没了男人的身影。原来男人正躲在悬崖下的峭壁上，等的就是石像鬼飞下来的这一刻。万米的高空，就算再强悍的身体也经不住这样的冲击，更何况他也不过是个石头拼凑的怪物。获得经验值108点，等级提升至20级。真不可思议，就这样让男人又越级击杀了一只怪物。不得不承认，他这脑袋瓜的鬼点子还真是不少。而接下来终于到了男人期待已久的时刻，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的落下，耀眼的绿芒顿时遍布全身，渐渐的表面的皮肤开始碎裂褪去，身体的血肉开始变得丰满。这一次的进化似乎来得更彻底，也让男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食尸鬼进化变形兽，看着水中的倒影，男人非常开心，自己看起来已经有人类的身体了。可这个面具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怎么都拿不下来？原来这是一种模仿人类形态进行攻击的不死怪物，据说见过他们真面目的人都没有活着回去的。这可是一种比食尸鬼可怕的多的怪物，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因为从面板属性上就看得出是要比食尸鬼强上不少。至于这个叫做伪装的新技能，男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重新体会做人的感觉了。下一秒，脸上的面具竟然凭空浮了起来，随着全身的光芒渐渐褪去，那清澈的水面竟真的浮现出自己曾经的面容。神奇的一幕让男人忍不住惊呼出了声，而且他惊讶的发现，就连自己的声音都恢复了。虽然还有点沙哑，但以目前的状态，基本上可以混迹在人群中了。可他很快就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维持伪装是会不停消耗自己的魔力的，一旦魔力耗尽，伪装也将会失效。不过只要不断的升级，就能持续的增加伪装的时间。这也让男人对下一次的进化有了更多的期待。他因人类抛弃成为了怪物，却依然愿为人类拼上自己的性命，只因一句身为勇士则必须保家卫民的誓言，让他始终铭记自己也有一颗为人的心。然而就在男人第一次以人形相遇这些冒险家时，在所难免的猜忌却让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起来。后来还是多亏了缺心眼的雪莉，这才打破了双方的僵局。当时不光是吉拉德被吓了一跳，就连男人都被这冒失的女孩搞懵了。他是怎么做到对自己一点防备都没有的？不过这倒是让男人有了逃跑的机会，直接一副被吓到的模样，惊慌失措地跑向了洞穴深处。而弗兰克也因此阻止了即将射击的吉拉德。虽然对方疑点重重，但毕竟也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只是接下来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而吉拉德最后的意见倒是出乎了弗兰克的意料，虽然嘴上说着贸然挑战领主多么的鲁莽，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和他们一起深入地下城。反正我是在后方输出，一旦情况不对，我会立马逃跑的。最后嘴硬一句，也许是在表达他仅剩的反对吧。可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工会里最强的一支队伍，要是连他们都解决不了，那又能让谁来处理呢？与此同时，男人也企图用这样的想法说服自己，虽然他也不赞同这些人没有准备就去挑战领主，但自己又能劝说得了他们吗？说不定最后还有可能打起来呢。而最糟糕的是，自己又无法在保持人形时使用怪物的力量，去了也许只会给他们添麻烦，外还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苦恼的男人一直想要说服着自己不应该去，可内心却始终有个声音在反驳着自己。为什么明明没有天赋还要执意当个勇士？为什么受尽嘲讽和冷眼却始终不肯放弃？为什么别人都在冒着生命勇敢前行，而自己却要担心暴露面目这种小事？这一刻，男人再也没有半点犹豫，为了自己的初心和理想，他毅然选择了接受这场战斗。原来在与男人分别后不久，三人小队很快就遭遇了领主石像鬼王。可怪物的强大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整整30级的怪物实力远在他们所有人之上，即使弗兰克砍向他没有任何防护的手臂上，都无法造成半点伤害。而雪莉在劈下一击刀剑神域加持的攻击后，结果也只有他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同样的情况还有吉拉德，飞出的箭矢虽然精准命中，但却是直接碎裂在了怪物的皮肤上。好在他们也发现了怪物的弱点应该是肚子上的眼睛，可想要从那2把剑溜进去，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面对挥向自己的长剑，弗兰克选择正面接下，为队友创造机会。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头领主竟然也会使用魔法技能。随着脚下魔法阵的亮起，顿时无数的火焰环绕四起，强烈的灼热瞬间逼退了弗兰克。而仅是瞬息间的接触，就让弗兰克的手臂严重的被烧伤。看着雪莉那沮丧的神情，
弗兰克明白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提升大家的斗志。随着一击纯白之刃的挥出，弗兰克再次冲向了石像鬼王，哪怕顶着灼热之痛，他也必须上去迎战。紧接着，在耗尽所有力量的一记十字斩下，终于给怪物的脑袋留下了裂痕。与此同时，随着弗兰克的一声令下，吉拉德的剑矢应声而发，可命中的结果却有些不尽人意，反而是因此吃痛的怪物变得更加狂躁。沉重的一击让本就体力透支的弗兰克重重的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见势不妙，吉拉德第一时间呼唤雪莉撤退，可雪莉却还想将弗兰克拉回来，总不能就这样让女孩子挡在前面吧。身为弓箭手的吉拉德无奈顶替了弗兰克的位置，但结果可想而知，雪莉的身后又多了一位躺下的男人。此时的他十分懊恼自己强迫吉拉德加入他们，本来他是可以安全出去的。眼看着石像鬼王的大剑即将落下，无能为力的雪莉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可在一阵金属碰撞声后，想象中的伤害却并没有来临。直到雪莉再次睁开眼，她才发现竟然是他。绝望之际，撑起人类最后一丝希望的却是他们曾视为废物的勇士。但碍于怪物的真实身份，人类状态的男人却无法发挥他的全部实力，一个不慎更是直接被划开了胸膛，大量飞溅的血液吓得雪莉不由得为他捏了一把汗。奄奄一息的吉拉德虽然相信男人非同寻常，但眼下也只觉得这是男人全部的实力了。可实际情况却是男人不退反进，伤口疼痛于他而言更像是催发战意的兴奋剂。紧接着出其不意的一剑精准划伤怪物的眼睛，一时间剧烈的疼痛害得怪物直接失去了章法，而男人则是趁机退出了怪物的攻击范围，一个再生快速恢复了自己的伤势。真正的战斗现在才正式开始，怪物周身再次燃起火焰漩涡，灼热的温度迫使男人又退了半分，可身后的岩石却挡住了唯一的退路，接踵而至的攻击实在避无可避。他要死了吗？雪莉担心的惊呼出了声，可下一秒一只长满利爪的手紧紧地握住了落下的剑刃，紧接着男人顺势一剑直接刺进了怪物的眼睛里，一时间痛苦的哀鸣响彻了整个洞穴。这却让一旁的雪莉深感疑惑，明明是怪物命中了男人，为什么反而是怪物在惨叫呢？原来环绕的火焰和怪物的身躯很好的替男人做了遮掩，以至于恢复成怪物的手掌并没有被雪莉所发现。不过这灼热的火焰依旧给男人带来了不少麻烦，而怪物的强悍也是超出了男人的预料。想不到如此严重的伤势下，他仍然还有战斗力，只是接二连三的攻击更像是怪物的临死反扑。虽然利用再生男人可以硬抗他的火焰，可问题是他的魔力也所剩无几了。不过他明白这个家伙同样也是强弩之末，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脱离他的火焰范围，减少消耗。可这畜生似乎看穿了男人的想法，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看在眼里的吉拉德明白，再这样下去就真的都要完蛋了，顶着严重的伤势艰难地爬向了自己的弓，用仅剩的力气终于射出了这一箭。可不知是否源于体力不支，这一箭竟并没有直接命中怪物，但随着碎石的落下砸向了怪物的脑袋，这才让男人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一瞬间，手中的剑再次牢牢扎进了那长在肚子上的眼睛里，剧烈的疼痛让怪物止不住的连连向后倒去，反复的摧残也让那腹中的眼球被捣烂的不成样子。肉眼可见的痛苦挣扎正是男人补刀的最佳机会，只是唯一的武器却落在怪物的脚边，望而不得。这绝佳的机会稍纵即逝，即使会被发现怪物的身份，男人也不得不再次用出自己的爪子。趁着魔力完全耗尽前，男人毫不犹豫地再次奔向怪物，手中的利爪精准地抓进那早已破烂不堪的肚子。随着一声清晰的破裂声，石像鬼王终于倒向了地面，不再有半点反应。而地下城里是只有领主能汇集地下的魔力，随着他的死亡，这里的一切也将恢复秩序。当然，击杀怪物的系统奖励也是异常丰厚的，整整4级的提升让男人对未来的进化充满了希望，以至于连慢慢靠近的雪莉都没有发现。非常感谢您的解救，我的名字叫雪莉。一声呼唤，这才将男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吓得男人赶紧挡住了面板上的物种名称。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面对女孩的追问，男人可没什么心思回答她，因为只剩2点的魔力已经快要支撑不了他的伪装了。随后在雪莉奇怪的目光中，男人又一次逃离了现场。价值连城的宝石拱手让人，拯救人类的英雄落荒而逃，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不可能相信，更何况是出自雪莉这张喜欢添油加醋的嘴。可直到弗兰克掏出那颗硕大的魔法石，众人这才意识到这一切很可能是真的，只是他们依然疑惑，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冒险家自己却从未听说过？难道真的像雪莉说的是一位秘密训练的王子吗？可只有吉拉德知道，雪莉又在美化自己所看到的，因为那家伙明明就是一副苍白肾虚的模样啊。与此同时，人群中的一位少女却不禁担忧起来，不管是否真的有一位独自单挑30级 BOSS 的英雄存在，她只希望自己的哥哥不要被卷入到战斗中去。不过好在领主的消失至少让西边的洞穴暂时安全了，可她的哥哥却并不这么想。地牢内的男人已经接连猎杀好几天了，可在领主被消灭后，就再也没有强大的怪物了。停滞不前的等级让男人不得不考虑转战新的地下城，为此男人必须进入人类世界先收集一些资料。只是无法隐藏的牙齿和脸上的印记，想要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中自由行动还是勉强了些。于是某些落后残破的小镇就成了男人的首要目标。另一边位于首都的莱宝公会内，弗兰克早已将这次的奖励分成了3等分。虽说这一切都是那个男人的功劳，但毕竟是人家自己主动放弃了，而且即使日后他真回来索取，弗兰克表示到时也可以归还他一部分。
但同时弗兰克却将自己的部分又分出一小袋丢给了雪莉。受宠若惊的雪莉第一时间表示拒绝，可弗兰克却说就当作是回家的路费，毕竟你已经很久没回家看看了，但唯一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他们都知道自从经历过大灾变后，雪莉的家乡早已破败不堪，而迟迟没有重建的那里如今早已是暴力和罪恶的天堂。至于雪莉每年赚的钱，则是全部捐赠给了抚养她长大的教堂，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据说这个王国本世纪内就会被地牢所吞噬。奥德菲尔内相比城市的灰暗，人们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这倒大大出乎了男人的意料，毕竟再次回到人类世界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原来早在男人还是人类的时候，他就从同伴那里听说过这个地方，只是传言中尸横遍野的景象并未出现，反而是这个慌乱无序的小镇恰恰适合他现在的状态。但很快男人就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恶意，整整3枚红色晶石应声而落，那是男人在离开前收集的石像鬼的魔法石，本想凭借着这些起码能让自己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可万万没想到老板竟只给了他500戈尔的硬币。要知道这些东西在首都随便都能换到10倍以上的价钱，然而老板却表示这就是这里的规矩，像男人这样看起来虚弱的人却有这么贵重的物品，他都可以不问出处就给予兑换，甚至都不在乎男人满身沾血的衣服。但要是男人想就这样逃出这个地方，那可就得小心了，这种被拿捏的感觉着实不好受。但没有办法，男人最终还是接受了只能撑3天的硬币。可就在男人以为倒霉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却不知厄运这才刚刚开始。他是单杀暴死的怪物勇士，却在城里被骗得裤衩子都不剩，本以为珍贵的材料足以支付一段时间的开销，但没想到碰上个无良老板，500块就想买走3块价值连城的魔法石，否则就拿自己来路不明的身份做威胁。无奈之下，男人只能接下少得可怜的硬币，可手中的钱还没捂热，出门又碰上个敲诈勒索的金毛。由于男人初来乍到，有些突发情况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可金毛却是吃准了他这个外来者的身份，上来就给男人扣上个小偷的罪名，并要求他把偷到的钱交给他。反应过来的男人这才明白，原来眼前的金毛不过是个街溜子罢了。随后一个摆手直接挣脱了金毛的控制，只是没想到大金毛却因此摔了个大屁墩。原来这家伙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啊！男人甚至能感到这家伙撑死只有20级的实力，而此时一旁路人的嘲笑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只是向来要面子的杰夫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羞辱，拔剑就要和男人拼个你死我活。见事态不妙，众人这才纷纷上前劝说着杰夫，而男人也在趁机踢掉金毛手中的剑后，第一时间逃离了现场，直到再也听不见杰夫无能狂怒的声音，男人这才大口喘着粗气停下了脚步。夜晚，房间内的男人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怎么会有比在地牢还要艰难的生活呀？而这里坑爹的风土民情更是只用了一把2手小刀，就掏空了男人仅剩的几枚硬币了。翌日，男人一早就出门想要找些有用的线索，可一大圈逛下来后却什么收获都没有。唯一明确的事情就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骗我，不过好在这里至少没有人认识我。委屈的男人只能这样安慰着自己。可下一秒，一个熟悉的身影挡住了男人的去路，竟然是地下城里的那个女孩。男人也是无语了，他实在不解这么偏僻的小镇怎么也能碰上认识自己的人，而且他记得这个叫雪莉的女孩已经有18级的实力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冒险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城市呢？万一他要查看自己的状态窗，那就完蛋了。而且他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到底是几个意思？可男人又怎么会知道？犯花痴的雪莉此刻连他们的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他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和自己的救世主再次相遇，这不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又会是什么呢？可正当雪莉想用感谢救命之恩作为开场白时，男人一句认错人了，拔腿就跑，真是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虽然弗兰克曾说过男人可能是个被赶出城市的罪犯，但这样一个强大的人会来人人避而远之的奥德菲尔，雪莉更愿意相信男人一定有他的苦衷。打扰一下，我不会打听你的过去的。然而雪莉的穷追不舍却给男人吓坏了，他一定是发现了我怪物的身份，一定是。可下一秒，一堵围墙再次挡住了男人的去路，在女孩还没赶来之前，男人果断幻化出自己的利爪，直接向着墙头爬去，眼看着即将大功告成，可偏偏这时候刚买的短剑从腰间滑落，那可是整整240块钱呐！心疼的男人毫不犹豫纵身一跃，探向那掉落的宝剑，只是这俯首跪地的窘相却把赶来的雪莉给看懵了。聪慧的雪莉只好将偶像的窘境归咎于自己的鲁莽，更是赶忙表示自己是不会窥探偶像的隐私的。这倒是成功让男人泄了心防，因为这意味着他终于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了。对了，我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看着如此真诚的雪莉，却只是为了个名字，男人也不再隐瞒，我叫克罗姆·克兰克。为了掩盖身份，男人来到偏僻的小镇，却不曾想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骗子。价值连城的魔法石只能换500块的硬币，反而生锈的2手小刀却要了他大半的积蓄。更倒霉的是，巷子里又意外遇上了雪莉，这让深思熟虑找到这里的男人瞬间成了笑话。不过好在善解人意的雪莉自觉对救命恩人保持该有的距离，并坚决表示不会窥探偶像的隐私，这才让男人打心底认可了这个天真的女孩。而雪莉这样一个小有成就的冒险家之所以会来到这个罪恶之都，全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曾经的这里也是一片美好而善良的小镇，但自从附近的地下城开始大灾变爆发后，无数的怪物涌入小镇肆意破坏，
所有有钱有势的人就此逃离小镇，断了联系。而这样一个废墟之城，就成了那些亡命之徒的栖息之地。虽然他们有效地抵御了怪物的入侵，但同时他们也将普通的居民当成了奴隶。正义的雪莉绝不允许家乡沦为罪恶之都，立志将奥德菲尔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就成了雪莉今后最大的目标。这倒是让男人对她刮目相看。想不到看起来没头没脑的女孩却有着这么伟大的梦想，但眼下还得麻烦她帮自己带下路。毕竟这里的街道看起来都太相似了。对于偶像的请求，雪莉自然很乐意帮忙。可下一秒，她的神情突然凝固了起来，因为想起之前大家把男人的战利品给分掉了。雪莉对此感到十分抱歉，并表示可以找神父要回一部分还给男人。原来雪莉一回家就把所有收入都捐给了教堂，因为这是她这个孤儿健康成长的地方，而至今仍抚养着数名孤儿的教堂收入就成了最大的问题。这也是雪莉始终不肯放弃这里的原因。对于归还财物，男人其实是没有想法的，但看着自己干瘪的钱包，终究还是被现实所打败了。要不然给个200块也是可以接受的。而接下来就该去了解周边地下城的位置了。然而一个小男孩的出现却是打断了两人的计划。原来在雪莉前脚刚刚离开，教堂立马就迎来了2位不速之客。看着他们身上的图案，神父立马就明白这是来自恶龙公会的混蛋，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充奴隶要带走教堂里的孤儿。神父当然不可能就这样随了他们的愿，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恳请让自己代替这些孩子成为奴隶。可嚣张的杰夫哪里会答应，更是出言侮辱这个臭老头不识好歹。这却惹恼了血气方刚的泰坤，直接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他刚刚觉醒的火焰魔法对着杰夫就轰了过去。然而一切都只不过是徒劳，身边的雷诺只一个挥手就冲散了这微弱的火焰。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魔法。说话间，一个清晰的法阵符现于对准墙壁的掌心，一瞬间整面墙壁就透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一旁的杰夫还在打趣着雷诺太小题大做了，可目睹着一切的泰坤却早已被吓软了腿。眼看着雷诺越靠越近，情急之下的神父只能拿起长矛奋起反击。虽然知道自己不会是他们的对手，但至少帮泰坤争取了逃脱的机会。听闻这一切的雪莉不得不先告别克罗姆，只是令他意外的是，男人竟要和他一起回去。尽管听起来就知道是个棘手的问题，但作为自己在这个城市唯一可靠的消息来源，男人觉得有必要一起去面对这个麻烦。而直到姗姗来迟的两人终于赶到了现场，男人这才发现自己这一趟也算没白来，因为那个敲诈他的大金毛竟也在其中。他是恶龙公会的少东家，却败给一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就连半大小孩都瞧不起他。恼羞成怒的杰夫还想抓回逃跑的泰坤，却被雷诺应声拦下。眼下更需要让老家伙知道这里到底谁说了算。话音刚落，雷诺直接一掌将神父的脑袋按在了地上。巨大的动静终究引来了孩子们的关注，神父第一时间催促着他们赶快离开。可随着杰夫的长剑架上了神父的脖子，孩子们全都被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见倔强的神父仍不肯屈服，雷诺手中的闪电更深了几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在乎这些小家伙们。一瞬间，强大的雷霆之力从后背涌入，无情的开始肆虐起神父苍老的身体。可直到血肉糊成了焦炭，神父依旧不愿松口。气愤的杰夫一脚踩着他的脑袋，给神父下着最后通牒：要是不想死，就告诉孩子们乖乖听话，否则你知道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说完，更是恶心的嘬了一口痰，直接吐在了神父的脑袋上。神父当然知道自己对抗不了这些邪恶势力，他的坚持不过是想用自己的生命再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那就是面对邪恶与黑暗，永远都不要退缩。对这老头，杰夫实在是无了个大语，临死了还要给人灌一波鸡汤。而一旁的雷诺更是早已被耗尽了耐心，面对神父可笑的坚持，他要亲手让这些平民知道对抗恶龙公会的下场。然而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两人却是让雷诺暂缓了手中的动作。在这个镇子上竟然还有人会管别人的闲事，这倒是雷诺前所未闻的。可杰夫却很快认出了其中的男人，而不知天高地厚的他更是率先嘲笑起了对方。天真的他竟真的以为当时男人是因为害怕才逃跑，甚至当下就要找男人单独碰一碰。男人自然也是认出了这个勒索者，但他也只是握紧手中的短剑，默不作声。只是没想到这大金毛得意起来废话特别的多，不仅连一把生锈的铁剑都要被他嘲讽一番，还口嗨男人一看就是个没上过战场的厨。可他哪里知道眼前的男人却是个整天在死亡边缘徘徊的怪物，随手挥出的一剑更是让自己难以招架。然而他却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马上起身后就要再次劈向男人。可令他意外的是，对方的反击速度却快得惊人。眼看着剑刃刺向自己的胸口，杰夫第一时间选择了后撤，可还是被刺穿了盔甲，伤到了身体。下一秒，男人的剑刃再次顶上了自己的脑门，身体本能的颤抖让杰夫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弱者的事实。眼看着男人的眼里透射出了杀意，强烈的能量波动却是引起了男人的警觉。原来一旁的雷诺早已鸣起了巨大的法阵，下一秒，一道爆裂的雷霆之力直接砸向男人闪避前的位置。随后雷诺的劈砍更是接踵而至，剧烈的碰撞声中，两人竟都占不到对方半点便宜。雷诺这才明白，原来男人并不是等闲之辈，只是在他看来，为了一座破教堂与恶龙公会为敌，无论是谁，这都是愚蠢的行为。几番交战下来，男人也感受出这个家伙要比自己强得多，至少自己在人形状态下是打不过他的。看得出来你很有实力，也有勇气，但你那把武器真的是太糟糕了。而且弱肉强食的世界，弱者本来就要被统治，即便我们今天离开，结果也依旧不会改变。
出于对男人实力的认可，雷诺试图先劝说着对方，如果真的开战，这里将会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失。但你要是选择退出，我可以不插手，这是我最后的警告，也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可只因为结果不会改变就要男人放弃，那他又为什么要为了成为那不可能的冒险家而一路坚持呢？男人当然不会选择屈服，更不会就此一走了之，但这却彻底激怒了雷诺。他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拼上自己的全力。你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萍水相逢的两人可以守护彼此的后背，可朝夕相处的队友却要将他推入万丈深渊。自男人以怪物之躯重生归来，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可以聆听倾诉的伙伴。而当听闻雪莉的家人要被当作奴隶抓走时，男人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整个恶龙公会为敌。只是此刻无暇顾及的后辈，却成了阴险小人的机会。不过好在雪莉的及时出现，成功拦下了不要脸的杰夫。堂堂恶龙公会的少东家，如今却是谁都要和自己作对。恼羞成怒的杰夫根本不会因为对方是女生而手下留情，可很快他就发现，即使对方是个等级比他还要低的女人，可他依旧打得非常吃力。雪莉自然也是看出了他的疑惑，那是因为杰夫永远不知道面对挑战时决心的重要性。面对他这样的人渣，雪莉可是有着绝对不能输的信念。战场的另一边，劝说无果的雷诺彻底动起了真格，将闪电附着在剑上的魔法是男人前所未见的，挥出的每一击都伴随着雷电的轰鸣声，爆裂的能量根本不是现在的他可以招架的，哪怕是手上的剑也会被瞬间摧毁的。可自己又能怎么办呢？面对雷诺变得更强、范围更远的攻击，男人甚至都无法接近他。难道要取消伪装吗？可他又怎么敢在这些孩子和雪莉面前展露自己的真面目呢？且不说因此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要是吓到了雪莉，很有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与此同时，雷诺手中的光芒再次大盛，他竟然同时使用出了2个魔法。可还不等男人过多震惊，一道紫雷迎面而至，手臂大部分的皮肤因此遭到灼伤。然而这还只是开始，虽然男人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可还是被雷诺贴近了数个身位。下一秒，他的剑刃上再次凝聚起无数的雷电，再想挥剑抵挡的男人却也为时已晚。清脆的断裂声中，雷剑轻易地冲破了防御，直直地扎进了男人的腰子。虽然避开了致命要害，可强横的雷霆之力还是让身上不断飘出了焦糊味儿。然而雷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他的剑竟被牢牢卡住，再也拔不出来了，而且伤口的血也很快的止住了。还有他皮肤的颜色是怎么回事？可还不能雷诺想明白这一切。男人陡然上升的气势让他不寒而栗，紧接着只是一拳就让雷诺当场失去了意识。原来男人是故意让雷诺刺进他的身体，在那之前他早就将皮肤恢复成了怪物的状态，随后再通过激活再生瞬间恢复所受的剑伤，这才让刚才的雷诺来不及反应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如此危急时刻还能有这样冷静的判断，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神父的表情足以说明他的震惊。当然不可置信的还有那个喜欢装逼的杰夫，只是此刻看着2把对准自己的剑刃，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得意。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这里势力最大的公会，保命逃跑的手段自然是少不了。一阵毒烟瞬间迷失了大家的视线，随着玻璃破碎声的响起，杰夫的一只脚已经迈上了窗台。只是临走之际，他还不忘放个狠话，和恶龙公会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一定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终于送走了讨厌的家伙，倒是让雪莉松了一口气。只是一旁的男人却在此刻陷入了沉思。其实他也知道这次只是侥幸而已，要是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还能守住自己的身份吗？他们是盘踞一方的最强势力，却不敌一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只因男人瞄了眼大天朝的孙子兵法，一招诱敌深入，骗得老头忤逆3道，一个重拳出击，恭喜老头直接杀青。目瞪口呆的同伙再无往日的嚣张，慌不择路下直接跳出了80楼的窗户。然而只是赶走他们，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雪莉深知恶龙公会的人一定会卷土重来的，可让所有人搬去首都的建议似乎也并不现实，因为遥远的路途要将孩子们安全送到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更何况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税收都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现实的无奈让雪莉变得手足无措，倒是善解人意的神父表示他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只是眼下更紧急的是，雪莉2人要尽快的离开这里，像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家伙，吃了亏后一定会回来报复的，而你们俩绝对会是他们重点对付的目标。回去的路上，雪莉再次感谢男人的出手相救，只是之后的道路该何去何从，他却犯起了难。看着女孩迷茫的神情，男人刚到嘴边的话也重新咽了下去。他是打算回旅店好好休息1天的，对于明天暂时也没有什么计划。于是下意识的想要询问雪莉的计划时，却突然发现眼下似乎不是个提问的好时机，因为他相信只要雪莉还留在这里，他就绝对会插手教堂的事情。但被追杀的现实却又让他不愿将灾祸连累给教堂，两难的境地下他一定很难抉择。于是男人话锋一转，雪莉，你能给我讲讲地牢的事情和奥德菲尔衰败的具体过程吗？原来地牢出现之初，国家是派了军队前去镇压的，只是那支20人的队伍竟然全军覆灭，未知的危险让首都不愿再在这里浪费资源，而从那时起这个地方也就被国家所抛弃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连国家都束手无策？疑惑之际倒是让男人有了新的想法，因为他正愁没有帮助自己快速升级的强大怪物，但这种级别的地牢应该足够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而至于像恶龙公会这些猖獗的罪恶团体，在没了地牢的威胁后，国家难道还会不来收复这里吗？与此同时，一个幽暗的房间内，
杰夫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在他面前的正是恶龙公会的首领加罗德大人。以残暴与强大著称的加罗德在这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连他自己都很喜欢被称呼为奥德菲尔的怪物。只是今天他对杰夫临阵脱逃还败给一个小鬼的事感到格外气愤，这简直就是玷污了他恶龙公会的名号。要不是有更重要的事，他保证会杀了杰夫的。卡奈拉，为什么要减少地牢守卫的人数？如果不控制好那个地方会很麻烦的，你知道吗？身为工会高层的卡奈拉却是一脸严肃，丝毫不畏惧眼前这个怪物。那是因为现在出现了个更加紧急的情况，原来城镇中已经开始出现亡国军了，而且预估潜伏在暗处的还会有更多。城镇的北面，一个身影爬上了屋顶，灾难之洞似乎并不难找。只见一个巨大的入口坐落在一片荒地上，调整休息好的男人已经准备随时进入了。可天还没亮就早早出门的居民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不知何时，一只怪物居然入侵进了小镇，肆意丢出的火球无情摧毁着小镇的房屋，手无寸铁的居民只能落荒而逃。赶忙上前的男人这才明白，恶龙公会根本就没有在保护这座小镇。眼看着怪物的火球即将袭向慌乱的村民，一道圣光凭空而起，直接挡下了飞来的火球。紧接着，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走出了人群，同一时间，男人的攻击也迎面而至，只是一剑就重伤了来自灾难之洞的怪物。这倒是出乎了女人的意料，小镇里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厉害的冒险家了？而且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剑会对那个人产生反应？为救人类，幼崽他挺身而出，惨遭灼伤。可村民非但不领情，还要对他刀剑相向，反而是一直以来无恶不作的魔王加罗德，却成了此刻他们最渴望出现的拯救者。就在男人准备前往灾难之洞时，一个独眼兽的出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救人心切的男人第一时间砍向了怪物，虽然出其不意的一击直接划伤了他的躯体，可在想乘胜追击时，却被怪物轻易的挡了下来。直到一旁的女人吟唱起了魔法，一道神圣的光芒立刻爬上了长剑。男人很快就认出了这是和雷诺类似的魔法，唯一不同的是神圣属性会对邪恶的力量产生更好的效果。下一秒，只见女人随手一挥，眼前的怪物瞬间就被一分为二，众人无不为这惊人的能力大声欢呼。然而此时的女人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只因神圣之力与邪恶的魔力之间会产生微弱的吸引力，可刚刚剑里的魔法却对一旁的男人产生了反应，这让女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男人虽然一起帮助击杀了怪物，但一个高级的冒险家出现在这里的确也是件可疑的事，而且他始终相信神圣之力是不会对一个普通人产生反应的。可正当女人准备一探究竟时，热情的村民突然挡在了男人的背后。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有你们，村子肯定都烧光了。一时间围上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可男人却并没有因此感到开心，因为暴露在这么多人面前对他而言是很危险的。然而女孩一句谢谢你大英雄，却让男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荣耀。然而这样的美好转瞬即逝，女人的一阵惊呼瞬间将他拉回了现实。原来那堵眼怪根本就没有死，只见他的手上再次凝聚起一枚火球，女人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因为刚才并没有出现死亡提示的声音。下一秒，一个神圣之盾再次亮起，这一次女人是要在挡住火球后狠狠地刺向怪物的眼睛。可不幸的是，怪物的目标却不是他们，而是一旁无人守护的小女孩。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爆裂的火球朝着女孩飞去，可女人的护盾却根本来不及调整方向，一时间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下一秒，那火球爆炸产生的光芒瞬间吞没了所有人的视线，紧接着一道绿芒再次亮起，那怪物彻底的被一分为二，饮恨西北了。而女孩却依旧完好无损的站在那里，只是人们此刻的表情却再次变得恐惧，因为一个更强更高的怪物出现了。原来就在火球即将触碰到女孩的前一秒，一只怪物的爪子直接挡在了前面，而那正是彻底卸下伪装的男人。哪怕因暴露身份而再也见不到那个女孩，哪怕因此而变得遍体鳞伤，可他依旧要为了守护而放弃这一切，因为这才是他想成为冒险家的真正原因。虽然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但现实还是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这一刻，就连大英雄关切的眼神都变成了怪物恶心的注视，刚才并肩作战的伙伴也在这时成了生死相拼的敌人。一时间，所有人都举起了武器对准了男人，甚至还有人埋怨为什么这时候恶龙公会的人不在这里。不过男人对此倒也不觉得意外，他可以理解村民们，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回报，大不了逃跑就是了，反正这也是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与此同时，一颗石子擦过男人的脸颊，无数义愤填膺的村民似乎在这一刻都成了打走怪物的英雄。为了融入人类世界，他始终戴着面具，可几次来自生命的威胁都未能卸下的伪装，却在一位小女孩的身前被彻底粉碎，只因他不愿让自己淋过的雨再去打湿别人。然而随着身份的转变，无论之前做了多少的努力，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人们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丑陋的怪物和可恨的敌人，一个试图学习和融入人类社会的怪物，这让女人感到不寒而栗，看来务必要在他逃跑前将其击杀掉。然而女孩的一声呼唤却让女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虽然女人解释着那是支持人的怪物，同时连父亲都在强调那是个可怕的怪物，可女孩就是不理解，她不明白爸爸和大家为什么要赶走一个保护城市的英雄。纵使他长得有些奇怪，可他却并没有对大家造成半点伤害啊。还想反驳的父亲除了说那是巧合外，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回应自己的女儿。而女孩还在为那个男人打抱不平中激动的声泪俱下。还有，您看到他刚才看向我的样子了吗？
那明明就是在确认我有没有事啊！一时间，所有的村民都停下了追赶的脚步，有的只是一个个无地自容耷拉着的脑袋。我不是告诉过你要保持低调吗？回到据点内的女人此刻正被队长训着话。原来女人名叫米拉，是一同前来执行秘密任务的王国军的一员。为了避免引起恶龙公会的过分警惕，他们统一被命令不准靠近地牢入口。而米拉的擅自行动很可能会给任务带来严重的后果。虽然明白心地善良的米拉是为了百姓的安危考虑，但艾兰特不得不再次强调此次行动的重要性。而米拉口中的怪物无非是个比较特殊的个体而已，即使他害死了几百个人又怎么样呢？与任务相比，哪怕是调查恶龙公会都显得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这次要找的是那个与怪物灾难有关的红袍人。与此同时，另一边，男人终于逃到了地牢入口，身份的败露使得他连仅有的容身之所都不复存在。但是为了这座城镇和这里的人民，他想要清除灾难之洞的心依旧是无可阻挡。男人发誓这次一定要完成进化，然后获得新的技能后再重返奥德菲尔。画面一转，迟迟下不了决心的雪莉终于告别了神父。他清楚在恶龙公会的统治下，怪物出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他实在等不了自己慢慢强大的那一天的到来。他更不能保证明天的孩子们又会遭遇什么。如果王国和恶龙公会都不愿意保护，那无论自己的决定有多鲁莽，他都要亲手解决灾难之洞，拯救这个小镇。一个是为了家乡不离不弃的发光女孩，一个是为了梦想以德报怨的怪物小子。明明是不同世界的两人，却都在为同一份美好而各自奋斗。而本该分道扬镳的两人，最后也都义无反顾地走进了灾难之洞。面对曾经团灭皇家小队的地牢，哪怕每天只前进一点点，也要保证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不过在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无所顾忌地使用怪物的外表。这里有着复杂的地形，以至于在找到领主前得走不少冤枉路。而男人也的确很快被眼前的分岔路口给难住了，思索了一番也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既然如此，就只能依靠手中的剑了。那是上次从雷诺那抢来的剑，倒是的确要比自己那把二手小刀要好不少。命运的指引下，男人也很快有了答案。然而命运似乎更像是给男人开了个小玩笑，还没走出两步就被奇怪的东西缠住了脚踝，而男人更是直接被摔了个狗吃屎。他不理解这里怎么会有蜘蛛丝，可转念一想，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这要是蜘蛛丝的话，那得多大的蜘蛛啊！然而就在男人起身的一瞬间，两只巨大的恶魔蜘蛛从天而降，这么快就遇上了怪物，倒是出乎了男人的意料。可容不得他过多思索，一个巨大的法阵已经凝聚成型了。男人在想逃跑时，却发现脚上的蛛丝根本挣脱不了。下一秒，无数的石块从法阵中袭来，男人却完全成了站桩的活靶子了。好在这两只的等级还不算太高，造成的伤害也还能承受得住。然而正当男人拔剑准备砍断蛛丝时，反应过来的魔蛛瞬间又喷出一口蛛丝，而这一次却是精准地捆住了男人的右手。顿感不妙的男人刚准备有所动作，剩余的另一只手也马上被束缚了起来。就这样，男人彻底成了两只怪物的囊中之物。而得逞的两只魔蛛似乎也因此发出了结的笑声。可他们以为这样就真的能捆住男人吗？既然蛛丝牢牢绑定了自己的手，那就意味着你们这两个家伙同样也被牢牢掌握在我的手里。一瞬间，猎人与猎物的身份对调，原本用来控制男人的蛛丝，此刻却成为了约束自己的障碍。两个小怪很快就被男人砸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战力。在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面对的就只有男人无情的利爪。随着一道绿芒一闪而过，两条经验值也成功到手，男人正好借此机会顺利升到了26级。不过这里倒是真的非比寻常，虽然只是23级的怪物，但出现在这么浅层的地方也属实罕见。看来这里的升级速度应该会比想象中更快。而且在经过几番越级挑战后，男人一点也不担心会出现比自己等级高的怪物。当然，要是只高一点点的话就再好不过了。突然洞穴深处的一丝异样让男人不寒而栗起来，紧接着那黑暗中浮现出来几对绿色的幽光，竟然是整整36级的巨魔蜘蛛。这差距也太大了吧！男人可真恨自己的乌鸦嘴啊，真是说什么来什么。下一秒，一记野蛮冲撞直接贴着男人砸了过来，那可怕的速度完全与那笨重的身体不成正比。男人明白自己不可能是这家伙的对手，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开溜。男人不相信这种级别的怪物会遍地都是，只要能暂时甩开他自己就安全了。而眼前那个狭窄的洞穴就是自己的机会。眼看着巨魔蜘蛛即将扑向自己，男人纵身一跃，直接钻进了洞穴。这么小的地方，你这个大家伙总不能再追进来了吧？可还没高兴几秒，男人马上又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是什么鬼啊？只见呈现在面前的是密密麻麻更多的蜘蛛网。男人这才知道自己应该是上当了，他是故意逼自己来这里的。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只能正面迎战。更何况自己本来也指望这些强大的怪物来快速进化，而且要是连这种级别的怪物都干不掉，又何谈拿下这灾难之洞？为救人类幼崽，他不惜舍弃唯一的庇护，可换来的却是人类发自心底的厌恶。然而男人依旧愿意为了小镇只身赴险，只是这新的征程刚开始就遇上了大麻烦。两只开胃小菜他倒是能轻松应付，可这六眼魔蛛却逼得他退无可退。本想着狭窄的洞口能有效地阻挡魔蛛，但谁曾想他竟是在那伺机而动。忽然间，怪物一个野蛮冲撞，直接将洞口的石块破得四散而飞。紧接着，那锋利的尖爪高高抬起，是要将男人一击毙命。但也许是受限于自己庞大的体积，速度虽快，但精准度却有所偏差。而这倒是给了男人反击的机会。
只见男人借着来不及回缩的猪腿，直接顺势而上跃向空中，紧接着一记挥斩，精准的命中魔蛛的脑袋。狭小的空间内，他的灵活性自然有所缺失，而这就成了男人近战所能利用的优势。可就在这时，魔蛛的口中竟开始凝聚出一道红芒，下一秒，一条红色射线直指男人而来，突然暴增的速度差点让他避之不及。男人明白这应该是他的某种技能，但眼下也只能先躲在石头后面，暂且避其锋芒。可令人意外的是，接踵而至的红色射线竟直接贴着男人的头皮，将石块一分为二，恐怖的威力不禁让男人一阵后怕。这要是被命中了，可不得当场嗝屁了。男人明白不能再继续躲下去了，想办法贴近他，速战速决才是他唯一的机会。而细心的男人也很快有了发现，那就是魔蛛在发射红线前总会有个技能前摇，所以只要连续攻击他就能避免他释放射线。然而还不等男人为自己的机智点赞，一瞬间无数的蛛网再次袭来，这要被困住了就真的只能当火把了。想不到身为魔物竟还有如此的作战意识，男人惊叹之余却也发现自己竟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怎么办？自己高大的身躯肯定很容易就被命中的，要是自己小一点就好了。对啊，小一点。男人顿时宛如醍醐灌顶，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与此同时，大量的蛛网再次喷涌而出，而男人却不退反进。只见他瞬间幻化成人类模样，利用小巧的身形成功躲过蛛网的包围，紧接着一跃而起，持剑朝下狠狠地扎进了魔蛛的眼球里。剧烈的疼痛刺激着魔蛛的每一根神经，可男人手中的动作却远远还没有结束，抽出的利剑更是再次指向了其余的眼睛。来自生命的威胁终于让魔蛛有了动作，一根尖爪竟以极诡异的角度刺向了男人。虽然用剑身成功挡下了攻击，但巨大的冲击力还是令他跌落了下来。男人这才发现自己似乎太心急了，一味的攻击竟然忘记了防御。同一时间，烟尘里突然伸出来2根蛛丝，男人心里顿时漏了一拍，那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人难以反应。猝不及防下，终是被其中一根束缚住了左手，坚韧的程度甚至连长剑一时间都无法割开。紧接着，蛛丝另一端的魔蛛用力一拉，男人直接整个人腾空坠向那怪物的巨口。真的要完蛋了吗？男人太不甘心了，但留给他的时间也的确不多了。下一秒，男人握紧手中的剑，毫不犹豫地砍掉了自己整个左臂。只是瞬息，那缠满蛛丝的手就被拖入怪物的口中。可奇怪的是，男人并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反而是一副诡计得逞的模样。突然，5根利爪竟直接从魔蛛的脑袋贯穿而出，而男人的长剑也紧随其后，再次灌入了魔蛛的脑袋。也许他到死也不会明白，怪物勇士究竟是怎样的存在。300斤的蜘蛛一口咬掉了男人的手臂，却被突然伸出的爪子戳爆了脑袋。原来一切都是男人的算计。怪物的身躯令他拥有强大的攻击、再生的能力，让他肆无忌惮地承受伤害，而勇士的智慧更是让男人发挥出了远超自身等级的攻击。只是看着手里的断臂，回想起来还是一阵后怕。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越级击杀了37级的黑魔蛛，但好在对应的收获也是物超所值的，整整7级的提升令他距离下一次进化又近了一大步。可这次战斗也让他彻底的元气大伤，再生的治疗后更是耗尽了仅有的一丝魔力。男人不得不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接下去的挑战。但同时也有个讽刺的事情，那就是男人愈发觉得自己更加适应地牢的生活了，起码在这里不需要担心有人会发现自己的秘密。很快，男人又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可复杂的地形却让他一遍又一遍的回到原地。虽然过程中的怪物让他得到了提升，但照这样下去，自己想找到领主都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然而就在男人啃食着蜘蛛恢复体力时，一阵脚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经验告诉他这绝不会是怪物的脚步。可又有谁能孤身一人来这危险的地方呢？安全起见，男人第一时间发动伪装。与此同时，不远处的脚步也谨慎地停了下来，手中的魔法石更是时刻提防着眼前的生物。可正当他准备出手投掷时，终于看清对方的2人却突然愣在了原地。雪莉的出现着实出乎了男人的意料，因为他难以理解以他的能力是怎么走到这里的。直到雪莉掏出了一张灾难之洞的地图，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准备有多么不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记录着路径和怪物信息的地图毋庸置疑能带来巨大的便利，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是雪莉这个级别的勇士应该进来的。而男人也很快猜到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了。下一秒，把地图留给我，你按照我留的指示先回去吧。突然的命令让雪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漠，可男人脸上的表情是骗不了人的。雪莉心里清楚，那是因为担心自己而表演出来的严厉。可连这样一个与这里毫无瓜葛的人都能独自挑战灾难之洞，自己又有什么理由退缩呢？抱歉，我不会回去的。这个毁灭过王国骑士军的地方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应付的。可你在这里只会碍事。男人还想用言辞逼退他，可没想到雪莉的决心那么强烈，他甚至将捐给教堂的钱全都拿了回来，用来购置对付魔蛛的甘草籽，以及用来克制吸血鬼的蓝宝石。相比雪莉的准备充分，男人发现自己似乎进来的有些鲁莽了，而且看得出来雪莉的决心已经不是自己能劝得动的。考虑到他的信息对自己清除地牢很有帮助，而自己目前的伪装也能支撑9个小时，男人终是答应了雪莉的请求。与此同时的恶龙公会内，卡奈拉带来这几天城镇内发生的一系列情报。可令他意外的是，相比王国军的伪装入侵，一个微不足道的冒险家闯入灾难之洞的行为，却是惹恼了可怕的加罗德大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冒险家为何会引得恶龙公会全员出动？
一份看似普通的地图，又为何不是他这个外来者轻易能接触到的？原来这里的每一条线索都是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他们不仅要躲过恶龙公会的眼线，还要亲身探索洞穴内的危险，这才积累出这样一张详尽的地图。然而恶龙公会可是依靠着灾难之洞才能有效控制着这座小镇的。城市一旦恢复其原本的功能，那他们也彻底失去这里的控制权。所以哪怕是1/1000的可能，伽罗德也绝不允许这样的存在。与此同时，另一边，刚刚决定结伴而行的两人很快遇上了麻烦。整整3只6眼魔蛛朝着他们袭来，对付这些怪物的同时还要分心顾及雪莉，着实令男人有点压力山大。可下一秒，雪莉却一把拨开他的手，直接冲了出去。紧接着，一个黑色的布袋直直的朝那蜘蛛飞去。就在即将触碰到的一瞬间，破裂的布袋飞射出无数细小的颗粒。神奇的是，蜘蛛的眼睛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而他原本的攻击也瞬间失了章法，直直的朝那石头撞去。男人都惊了，眼前的怪物似乎真的如蝙蝠一般成了瞎子，于是趁机挥剑，直接一把斩掉了蜘蛛4只爪子。男人有点不可置信，他想不到雪莉的攻略竟然这么有效。原先他绞尽脑汁才能险胜一只，如今竟然轻而易举就干掉了3只6眼魔蛛，而且更关键的是曾让自己转了一整天的迷宫，如今也是瞬间有了正确的方向。当然他明白一切都是先烈们的成果，是他们用生命绘制了这张详尽的攻略。这张图承载了雪莉对家乡所有的希望，对于他的信任与认可。男人也愿意为了这所小镇而战。突如其来的决心令雪莉一时听出了神，因为他明明记得男人说是为了升级才来这里的。此时雪莉的眼神里多了一份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情愫。然而危险却再次来临，黑暗中突然伸出的利爪直接抓向了男人的胸膛。虽然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用剑做了抵挡，可那出乎预料的威力直接让男人狠狠地砸在了墙上，竟然是一只42级的诸后，这恐怕已经是仅次于领主般的存在。而真相也很快在雪莉那里得到了证实，诸后拥有强大的远程攻击，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贴近他。尤其他的右侧有一个巨大的视野盲区，强大的执行力在雪莉的指导下发挥的淋漓尽致，一击劈砍直接斩掉了诸后的右侧躯干。然而攻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手中的红色晶石应声而出，蕴含火能的魔法石瞬间吞没了怪物的身体，炽热的火焰顺着发丝很快爬满了全身。与此同时，青色的剑芒再次一闪而过，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结束了战斗。男人不敢相信这次的越级挑战会这么轻松，而且不知不觉中距离下次进化竟然只剩10个等级了。虽然在见到领主前未必能够完成，但毋庸置疑目前的提升速度是惊人的，从一副骷髅一步步变成了这副有血有肉的模样，接下来应该能更加接近人类了吧。男人心里默默期望着，不过眼下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回过神的男人向雪莉询问着领主的位置，而据说那是一只拥有巨大力量的泰坦魔猿，无数的骑士和冒险家曾陨落在他手里，当然他也并非不可战胜，他身上有个致命弱点，那将会是他们取胜的关键。然而一丝忧虑却在此刻爬上男人的心头，他只希望在人形结束前完成战斗就谢天谢地了。被遗弃的小镇终于要迎来救赎了吗？灾难之洞最终的 BOSS 泰坦魔猿，它就像是整个地下城的心脏一样，循环着这里所有的魔力，催发着无数的怪物向着地牢之外跑去。只要将它解决掉，奥德菲尔将彻底迎来解放，但背后的危险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男人也不是没想过独自去面对怪物，毕竟他可是曾经毁灭过无数骑士和冒险家的存在，但又不得不承认，有了雪莉的信息帮助后，他获胜的几率的确要高很多。可男人还是想再确认一下，你确定不打算回去吗？当然了，我可是为了怪物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我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对抗怪物，但偶尔吸引怪物的注意力还是可以做到的。见雪莉已经打定主意了，男人也不准备劝说了，只是他不知道的是，雪莉甚至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与此同时，周围的环境开始隐隐作颤，黑暗里渐渐浮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终于要来了，泰坦魔猿。巨大的等级差距令男人不得不打起12分精神，那骇人的利爪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泰坦魔猿拥有极高的移动速度，金属般的利爪就成了他收割猎物的利器。当然再强的怪物总归也是有它的弱点，由于它的脚缘比身体小得多，它的速度只能在直线上发挥优势，所以只要我们以 Z 字形保持移动，就能有效躲避它的攻击。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只有当真正对上魔猿的时候，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怪物的恐怖。那快的离谱的速度，即便是在用了 Z 字跑位法，依旧被他在快速地拉近距离。冰冷的利爪步步紧逼，千钧一发之际，男人一个闪身再次令攻击落了空。可男人明白，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只要被命中一次，他就可能直接丧失战斗力，但就只能这样一味的躲避吗？直到魔猿再一次拉近了距离，巨大的尖爪再次扑向了男人，只是这次却被岩壁的石头挡了下来，而这也将成为男人奋起反击的机会。魔猿的力量源泉也是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他那双比例极度失调的小脚。然而这样的机会却依旧没能带来多大的成效，原本想以此来降低他的移动速度，可结果却微乎其微，男人都惊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然而就在这时，又一柄长剑破空而出，直直地点在了魔猿的后背上，那是来自雪莉的突袭，可结果依旧令人大吃一惊，剑刃的顶端竟然没有刺进去半分，坚韧的身体简直如金属般强悍。但此时的魔猿却是彻底的被激怒，挥舞的手臂直接将两人拍飞了出去。
雪莉担心地看向男人，但好在他也只是擦伤，一个再生便能轻易修复伤势，但也由此男人的魔力也开始急剧下降，他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技能了，否则他将会提前解除伪装状态，情况开始变得愈发危机。眼下的他甚至无法像上次一样偷偷变回原形，毕竟这一次他俩的距离太接近了，而一旦被雪莉发现他的真面目，他很担心雪莉是否会因此变得恐慌，但如果不尽快打败魔猿的话，他们很可能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是女孩眼里的大英雄，却从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因为老天让他复活的同时，也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这个天赋残缺但却满腔热血的孤勇者成为了人人唾弃的怪物模样，以至于就算自己冒着危险救下了人类幼崽，仍要遭受村民的谩骂与殴打。可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拯救这个落败的小镇，前往灾难之洞并消灭祸乱小镇的怪物。然而泰坦魔猿的强大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即使有了雪莉的帮助，依旧很难对他造成有效的伤害。眼看着魔力即将耗尽，伪装就要解除，为了不在雪莉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克罗姆必须要尽快结束战斗。而眼下首先要做的就是将魔猿的注意力重新拉回来，因为雪莉的身体强度实在有限，显然是不可能躲得过魔猿的任何一击。于是克罗姆果断抄起地上的石头，朝着人家的后脑勺就丢了过去。然而可能是魔猿太过皮糙肉厚了，他居然没有任何的反应。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人家不客气了。手中的长剑高高举起，克罗姆精准地命中了魔猿身后的那条蛇头长尾，剧烈的疼痛瞬间引得魔猿嗷嗷乱叫。转过身的同时，一发爆裂魔爪也应声而出。只可惜克罗姆早有预判，轻而易举便躲过了攻击。攻击他的尾巴虽然不能造成致命伤害，但确实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这就足够了，接下来就是继续保持 Z 字跑位，以此来躲避他的怒火。很显然，克罗姆已经渐渐适应了魔猿的攻击节奏，每一次都能恰到好处地躲掉对方的利爪。然而魔猿却因此变得愈发暴躁，他再也不想被这些苍蝇耍得团团转，于是张开大口准备用出他的致命杀招——恶魔的吐息。克罗姆当即识破了他的意图，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被自己惹怒了。这是一种快速令人丧失行动力的神经毒素，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覆盖周边的空间。然而克罗姆却并不打算阻止，因为这个技能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说时迟那时快，抓住机会的雪莉立马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小袋子，然后精准无误地抛向了魔猿的脑袋。魔猿被这突如其来的东西吓了一跳，但本能的习惯令他毫不犹豫地划开了眼前的袋子。霎时间无数的粉尘弥漫，克罗姆和雪莉第一时间捂住了自己的口鼻，而没有准备的魔猿则不出所料地被呛得咳嗽连连。这是一种毒蘑菇的粉末，如此大的剂量，就算是泰坦魔猿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不可能遭得住。不一会儿，就连他的眼睛也被迷得无法睁开。属于人类一方的机会终于来临，但雪莉却大声呵斥住了男人，因为在那之前他还必须要丢出这颗魔法石。虽然魔猿的尾巴没有眼睛，但却能依靠生物体散发的热量精准定位猎物的位置，所以只需要一块能散发热量的魔法石，就能以假乱真骗过它的尾巴。果不其然，魔猿将那颗魔法石当成了生物体，并毫不犹豫地朝着目标发动了攻击。然而错误的判断也将他的弱点给彻底暴露了出来。真正的机会终于来临，雪莉首当其冲发起了反击。只可惜不知是他们的武器差了点意思，还是雪莉的力量实在太弱，大腿上的伤口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克罗姆当机立断幻化出他的怪物牙齿，毕竟相比爪子，牙齿暴露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效果也的确非常可观，几乎是一整块肌肉就这么被他硬生生给撕扯了下来。前所未有的伤害顿时令魔猿爆发出剧烈的哀鸣，身体也因疼痛带来的痉挛不受控制的瘫倒在地。至此，魔猿最有力的武器已经被剥夺，局势也完全发生了逆转。克罗姆与雪莉不停地在魔猿身上划开更多的口子，只要他们持续进攻，再坚固的堡垒也撑不了多久。然而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克罗姆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这头魔猿居然也有再生能力。眼看着那条被撕烂的大腿就要恢复如初，强烈的危机感再次涌上心头。毕竟要是他们失败了的话，就意味着同样的悲剧将会在奥德菲尔重新上演，那是克罗姆绝对不允许的。毕竟他不惜以怪物之躯也非要成为一个冒险家，为的就是阻止这样的灾难。他纵身一跃，直直地朝着怪物的脑袋砍去。来自生命的威胁也彻底激发了魔猿的潜能，一记大力金刚拳精准地命中了男人的胸口。想不到濒死的魔猿居然还能爆发出如此的力量，这让雪莉也不由得为男人担忧起来。然而克罗姆只是简单调整气息就立马卷土重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了，当然留给魔猿的时间也不多了。人类的长剑再次袭来，可这一次的魔猿却扑了个空，因为克罗姆这次的目标不是他的脑袋，而是泰坦魔猿的心脏。显然这一次的佯攻是有效的，迸发的血液不断地从胸口涌出，泰坦魔猿终于彻底失去了生命。伴随着大量的经验疯狂涌入，克罗姆的等级直接来到了47级，这就意味着距离他下一次的进化又近了一大步。但更重要的是，灾难之洞这个大麻烦真的被他们给解决了。然而还不等他们好好享受胜利的喜悦，一伙不速之客却再次接踵而至。困扰小镇的灾难之洞终于被覆灭，所以铲除恶龙公会的日子还会远吗？可事实却是在王国骑士军抵达这里之前，
麻烦却提前找上了他们。就在克罗姆成功斩杀泰坦魔猿后，雪莉那根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得以释放，她眼里噙着泪水，内心的激动久久不能平静。然而克罗姆却被吓坏了，还以为是雪莉不小心受伤之类的，但其实她一切安好，只是想到孩子们和神父终于得到了解脱，这才情难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其实这也没错，毕竟奥德菲尔就是因为灾难之洞才被王国抛弃的，如今地牢已经清理完毕，他们只要派遣骑士军团驱逐恶龙公会，相信奥德菲尔很快又能恢复往日的繁荣。美好的未来也令克罗姆的心情感到放松，下意识地使用再生恢复起自己的伤势。可刚刚出手他就后悔了，毕竟自己现在所剩的魔力不多了，万一在这个时候现出原形，那可真是功亏一篑啊。克罗姆立马调出窗口一探究竟，好在刚刚的连续升级让他的魔力得到了补充，而当他再次看到自己距离下一次进化只差3个等级时，还是不由得一阵暗爽，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距离变回人类又近了一步。然而那副从未展露过的荡漾却看得雪莉两眼发愣，尽管自己因为沾了偶像的光，等级也连跳9个来到了28级，但想要从洞穴里走出去还是任重而道远。毕竟就算领主被干死了，但洞穴里还有不少其他的怪物，所以在那之前他们必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其实这也是克罗姆想说的，因为他的魔力也有些见底了。然而就在这时，黑暗里突然探出一只手来，一发火球径直朝着男人飞奔而去。要不是雪莉率先发现了异样，奋不顾身地挡了上去，克罗姆可能真的要被打出原形了。抱起雪莉的克罗姆满脸的不可置信，他不明白恶龙公会的人为什么会在这里，而且那家伙的身材看起来也太恐怖了吧，他还是人类吗？克罗姆注意到的正是恶龙公会的老大加罗德。对于一个小小的冒险家能杀到这里，其实加罗德也颇感意外。然而有些二五仔却表示不服，杰夫气急败坏地看着这个昔日的死敌，尽管被羞辱了多次，却还是大言不惭要给克罗姆好看。克罗姆并没有理他，反而是雪莉率先发言，表示他们已经成功击杀了魔猿，恶龙公会的统治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敢在骑士到来前逃离这里呢？雪莉的本意是想喝退这些人的，但显然他低估这些混蛋的胆量。雪莉的虚张声势在他们面前根本没有用，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嘲讽。你该不会以为我们真的无法打败魔猿吧？那种程度的怪物，只要我们老大出手，他一个人就能轻松搞定那只死猴子。不可能！雪莉愤怒地反驳道，毕竟这可是耗费了他们无数人的心血才做到的。然而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从一开始就连骑士被怪物团灭的消息都是假的。恶龙公会的人了解灾难之洞的一切，于是他们散布了一份假的地图，然后提前躲进了灾难之洞，并伺机杀害了赶来支援的骑士。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打算要逃离奥德菲尔，毕竟只要没人知道灾难之洞已经被清除，一切依旧会照常运行，恶龙依旧会统治着这片土地，因为他们只需要偶尔释放几只怪物，放任他们在小镇里屠杀，再不济他们也可以亲手制造一些残缺不全的尸体。无尽的恐慌还是会让村民依附于他们。雪莉听得满脸绝望，她不敢相信自己倾尽全力的拼搏换来的只是一堆无用的谎言。眼前的混蛋们缓步朝他们走来，从加罗德的嘴里，雪莉更是惊恐地听到了强暴二字，情况变得愈发危急。所有的担子再次落到了克罗姆的身上，从加罗德身上散发出的危险感让他有理由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此时的雪莉已经彻底哭出了声，心中更是充满了对偶像的歉意，毕竟是自己利用了对方的善良，才让他卷进这无端的危险之中。来自生命的威胁让克罗姆紧握的拳头颤抖不止。他明白雪莉这会儿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但他肯定是不会怪雪莉的，毕竟人家可是为了替自己挡枪才受到重创的。只是让他独自去面对这么多人，他的确没有任何的信心。难道只能放弃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当初在得知自己的技能是个垃圾时，他也没有放弃，依旧坚定不移地走上冒险家的道路。当他成为一堆白骨时，更是在追求人类外表的道路上吃了不知多少苦，哪怕最后结果只是几个小时，不也照样坚持下来了吗？与之前的种种相比，如今只是和几个混蛋打架，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毕竟自己可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他还有什么理由让自己放弃呢？完成心理建设的克罗姆毅然决然地挡在了雪莉面前，只是在恶龙公会的眼里，他只是在做无谓的挣扎。其中一个持剑者二话不说率先冲了上来，他的实力显然在杰夫之上。克罗姆只是稍有不慎，胸口就被划开了一道口子，见局势完全碾压。那个不要脸的杰夫又跳出来找画面了，嘴里喷着各种垃圾话，甚至还拿教堂里的孩子不断刺激着两人的神经。雪莉已经绝望的彻底失去了斗志，但克罗姆不能倒下，他必须要站出来直面这些混蛋。手中的利剑再次挥出，可这次却被半路杀出的杰夫给拦了下来，同时身旁的两位队友更是伺机而动，四枚箭矢精准地命中了克罗姆的身体。以普通人来说，这样的伤势肯定是要死的，但是克罗姆却再次站了起来，这倒是给杰夫这个变态增添了几分快感，毕竟他还想着把男人活捉了去喂狗。那就从你的左臂开始吧，说着一柄长剑直直地朝着克罗姆的左肩挥去。可这一次空气中却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爆鸣声。此刻的杰夫已然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挡下他剑的竟是一只怪物的爪子，而那只手的主人正是他从心底瞧不起的那个家伙。男人中了4箭还没死透，可女友却连埋哪儿都想好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
只是这次他不再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而是换上了一副前所未有的怪物模样。因为恶龙工会的出现是克罗姆始料未及的，再加上杰夫的步步紧逼，更是直接将他的生存空间压缩到了极致，至此他才不得不恢复原形，挡下这致命攻击。起初他只是暴露了一只左手，但仅凭这一点也足够将杰夫这个傻波一打得人仰马翻。突然的异变当然也引起了雪莉的注意，他是知道克罗姆拥有恢复技能的，但却从未听说过他有如此惊人的力量，而且那只长相怪异的胳膊总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然而目睹这一切的加罗德却不以为然，相反他还被眼前这个男人勾起了浓烈的兴趣。此时的克罗姆内心百感交集，他之所以不愿让雪莉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雪莉心中的光辉形象，但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呢？要不是雪莉当初给予了他无尽的信任，他也不会鼓起勇气走出那个阴暗的地牢。虽然第一次在奥德菲尔的相遇还是那样的局促，但相较于内心的惶恐，雪莉的穷追不舍带给他更多的是感激，所以他一直在顾虑的，只是害怕雪莉因为感到欺骗而生他的气。然而在生死攸关面前，哪里还容得他顾虑这么多？你不是想杀我吗？来呀！闻言，炮灰1号顿时怒不可遏，挥着手中的长剑就扑了过来。面对接踵而至的攻击，克罗姆终于决定不再隐藏，伪装解除。霎时间，周身泛起无尽的绿芒，还不等炮灰1号的狠话说完，就听见骨骼碎裂、血肉飞溅的声音。因为他的身体瞬间就被克罗姆的利爪一分为二，他甚至是亲眼看着自己的下半身远离自己后，这才缓缓闭上双眼的。躲在后面的金毛杰夫早已被吓得不知所措。卡内拉虽然立马分辨出那可能并不是一种技能，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上来。与之相反的是，克罗姆此时的内心却是出奇的平静。明明自己从未杀过人，但感觉却前所未有的自然。也许是危险来临激发的生命本能，亦或者是他本来就是个怪物。骇人的一幕造成了恶龙成员的集体恐慌，对于自己的实力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自己根本不可能活捉这样的怪物嘛。但面对扑面而来的怪物，他们也只能举起了弓箭，只是这一次不出所料的全部失效，没有箭头能成功刺进怪物的皮肤，无用的工具被他们纷纷丢弃，最后的依靠只剩这把手中的长剑。但不要以为克罗姆就有绝对的优势，虽然怪物的躯体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捉襟见肘的血量和魔力也令他非常忌惮这些绵密的攻击，所以正面硬刚显然是不合适的。他现在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利用恶龙成员的恐慌。面对袭来的棒槌，克罗姆并没有选择闪避，而是强行用双手硬接了下来，这就会导致他暴露出一个巨大的破绽。果不其然，有个愣头青真的自以为是的冲了上去。就在这时，克罗姆猛地用力一蹬，震开棒槌的同时，还爆发出刺耳的嘶吼声。强大的威压顿时吓得愣头青愣在了原地，而就是这么一晃神的功夫，克罗姆直接就是一掌轻松拍掉了对方的武器，紧接着锋利的指尖瞬间划过他的脖子，一颗脑袋就这么飞向了空中。没有片刻喘息，克罗姆立马调转方向冲向了棒槌男，而棒槌男早已被怪物的一系列操作愣在了原地，毫无防备之下只能用脸狠狠地接下了对方的拳头，而结果就是自己的脑花飞溅，血流一地。接连2轮的击杀成功让克罗姆再升一级，借此得到的补给也是他迎接后续战斗最大的倚仗。怪物的强大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们继续冲锋只会白白送死。卡内拉也看出了成员们的担忧，这样的情况显然是非常糟糕的，自己的成员一个个越来越怕，甚至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可前方的怪物却已然放弃了生命的退路，现在只想尽可能多的干掉他们。事态的严峻已经超出了预期，但是没有办法，小虾米们已经全部阵亡，2名法师又不可能冲锋陷阵，所以剩下的人只能硬着头皮上。本来是想着趁着队友和怪物打斗的间隙，含卡内拉在内的2名法师远程支援火力，可事实却是他们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那只怪物总是很巧合地躲在了成员的身后，总不能对着自己的队友开火吧？可卡内拉很快就发现了不对，那只怪物总是盯着自己的方向看，也就是说他是故意卡着位置不让自己攻击的。怪物竟然拥有智慧，这完全超出了卡内拉的认知。然而僵持不下的克罗姆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这2人明显要比之前的人强上不少，再加上远处又有2名法师时刻盯着自己，他不能让自己再这样消耗下去了。于是这一次他集中力量攻击了其中1人，只是在成功击杀掉对方的同时，自己的肚子也不可避免地中了一箭。此时的身体已经再也无法硬扛伤害了，但其实这也是克罗姆的计划之一。就在男人以为自己终于就要得逞时，一股剧烈的疼痛突然从腹部袭来，而他的身体更是已经被高高的插了起来。没有丝毫的犹豫，克罗姆当即拖着这副身体向前跑去，而他的目标正是不远处的2名法师。卡内拉已经彻底吓懵了，完全忘记了催动魔法，好在一旁的队友及时提醒了他，并且毫不犹豫地开始催动起火球。就算怪物手上的那名剑士还没死透，也全然不顾地将火球丢了出去。霎时间剧烈的爆炸催发出更多的火焰，整个山洞都被其照亮。虽然是为了阻止怪物前进，但亲手杀了队友还是令这个男人感到些许异样。然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一声成功获得经验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怪物安然无恙地从火光中走来。男人想着自己应该能在怪物抵达之前再次用出魔法，可显然他还是低估了人家的速度，葱头难弹。
674点经验值再次到手，克罗姆的等级成功来到了49级。至此，加罗德才明白，眼前这个家伙单枪匹马杀掉魔猿绝非虚言，而他也将亲自接待这个有趣的男人。一个是心系家国却沦为魔族的怪物勇士，一个是拼死救母却反遭唾弃的小镇怪胎。同样是绝处逢生的两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就在克罗姆清理掉大部分的卡拉咪后，来自加罗德的目光也牢牢锁定了他。最后的大战一触即发，挥起巨斧的加罗德先发制人，看似粗犷的武器却展现出与之不符的速度，连绵的攻击根本不给克罗姆反击的机会。诡异的回手掏紧接着又在空中划出一道猩红的残影，只是简单的试探就差点令自己丢了脑袋。克罗姆不禁对加罗德的强大感到咂舌，看着对方的信息窗口，虽然对方只比自己高了一级，但奈何他现在的状态实在太差了。为了奥德菲尔的自由，他倒是很乐意牺牲自己与对方同归于尽，只不过此刻恐怕连这一点都是奢望了，所以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扭转局面。很显然，那把红芒闪烁的巨斧就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于是克罗姆决定用掉最后一点魔力，将左臂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朝着加罗德主动发起了进攻。见状，加罗德却是满脸的兴奋之色，血色斧刃再次挥出，这一次不出所料的成功命中了对方。可加罗德的眼里却微不可察地闪过一抹惊讶，因为向来无坚不摧的斧头这次竟停了下来。怪物的身体强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大意的代价就是让克罗姆抓住了机会，满口的獠牙直指着加罗德的胸口就咬了过去。然而加罗德才不是什么无脑小卒，从小摸爬滚打的他早就深谙这种偷袭的伎俩，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怪物的真正目标竟是自己手中的武器。强大的咬合力死死地钳制住斧子，然后克罗姆猛地一甩头，那柄巨斧直接就脱手而出飞了出去。醒悟过来的加罗德满脸怒意，但一切为时已晚，等待他的只有克罗姆手中那无坚不摧的利爪。精疲力尽的克罗姆抓住这最后机会高高跃起，对准加罗德的脑袋就扑了过去。可奇怪的是，加罗德并没有退缩的意思，反而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霎时间，他的双臂竟然爬满了紫色的结晶。克罗姆只觉得仿佛有万吨巨石扑面而来，砸得他脑袋都歪向了一旁，本就虚弱不堪的身体更是到飞出数米之远。终究还是克罗姆失策了，加罗德的强大根本不是他的那柄巨斧，而是这项为他披上水晶盔甲的技能。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流氓家庭，母亲被迫出门接客赚钱，每日还要遭受酒鬼丈夫的殴打，就连刚长出个的男孩也被呵斥着出去乞讨，否则就是毫无底线的暴力虐待。母亲明明自顾不暇，却还每每出手想要救下自己的孩子，看在眼里的男孩满是心疼，无奈自己又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直到这天，上帝的怜悯终于眷顾到他，双臂冒出奇怪的紫色晶石，身上的力量也不知大了多少倍。他意外终结了那名可恶的家伙，那是他第一次觉醒了技能。本以为生活会因此变得美好起来，可没想到母亲却只抱起了倒在地上的父亲，并且对他投来了异样的目光。你这个怪物！寥寥数字却是摧毁了男孩心中最后一点美好。于是他索性彻底放弃这一切。从那天起，他成为了奥德菲尔人人口中的怪物。如今这个怪物正死死盯着地上的克罗姆。怎么样？就算没有武器，我照样比你强。他倒说的没错，魔力清空的克罗姆根本没有力量再坚持下去，想要突破那道紫色防线更是难上加难。难道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吗？就在这时，一旁的杰夫又突然出来抢镜，他也看出来现在已是一边倒的局势，所以这会儿开始肆无忌惮地为老大呐喊助威。但不曾想，这却成为了克罗姆翻盘的机会。就在加罗德的钻石星辰拳扑面而来时，克罗姆瞅准机会，一个原地打滚，成功躲过了这记凶猛的攻击。然而克罗姆的身形却并没有停下，反而继续朝着前方滚去。他想做的其实是要捡起这把短剑，然后重新调整身位，时刻准备发动攻击。但在加罗德眼里，这不过是无谓的挣扎。你这个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的怪物，拿起那把剑对你还有什么作用吗？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克罗姆真正要做的，可不仅仅是要拿起这把剑，而是无形之中拉近与杰夫的距离，并且一剑秒杀干掉这个愚蠢的家伙。随着系统传来杰夫的死讯，克罗姆终于成功获得了最后的升级。蒙在鼓里的加罗德奇怪地注视着前方，他不明白男人为什么要呆呆地站在那里，是打算放弃了吗？此时的克罗姆脑海中响起了允许进化的声音。一个怪物的进化是会让他更加趋近于理想的状态，而克罗姆从始至终的梦想都是能早日恢复人类的模样。但眼下他不敢再有这样的奢望。为了打败加罗德，拯救奥德菲尔也好，为了保护雪莉一起活下去也罢，克罗姆此刻只想拥有能战胜一切的力量。为此，他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外貌，无论他将变得多么荒诞。刺耳的嘶吼声响彻整个洞穴，强烈的黑雾不断从体内涌出，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加罗德的心头。他不明白那究竟是怎样奇怪的魔法，直到喧嚣退去，迷雾中这才重新浮现出克罗姆的身影。只是这一次，他俨然成为了一只令人触目惊心的怪物。一心只想变回人类的怪物勇士，终究还是放下了他的执念，因为大敌当前，他不得不索求更强的力量。随着杰夫这个猪头的潦草退场，克罗姆总算迎来了他的第3次进化。光秃秃的脑袋上诡异地长出一对枝蔓，承在眼睛的反而变成了4只修长的枯手，
放弃人类皮囊的代价，就是令他成为了可以操控幻象的幻行者，在外表给人带来恐惧的同时，还拥有着直击灵魂的力量，战斗过程中还能迎来进化，这是伽罗德始料未及的。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揍扁这个家伙。同样的钻石星辰拳再次接踵而至，不同的是这次的克罗姆并没有躲避，而是正面硬接了下来。与此同时，肩下的另外2只手也没有闲着，一层稀薄的蓝芒悄然而现，在掏向伽罗德肚子的同时，似乎还带走了什么。那是克罗姆进化后的噬魂者技能，在窃取对方记忆的同时，还能偷取对方的魔力反哺自己。这就意味着克罗姆可以毫无顾虑地使用再生，也可以永不停歇地一直战斗下去。吃痛的伽罗德连连后退，但更多的是内心的不安。突然流逝的力量让他开始忌惮起眼前这只怪物，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直觉告诉他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于是他立马大声呼唤起愣在一旁的手下，哪怕是些曾经瞧不上眼的力量，如今他都不得不一并调动起来。然而这在克罗姆的面前却全都只是徒劳而已。随着手背上的眼球依次张开，周围的视线顿时变得扭曲起来。但好在那支弓箭还是成功射了出去，卡内拉的火球术也精准命中了怪物。兴奋的卡内拉都要惊呼出声了。可当他仔细看去时，这才发现眼前的怪物竟然诡异地扭动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胸口插着剑、浑身冒黑烟的老大。卡内拉吓坏了，但更多的是不理解，自己明明打的是怪物啊！伽罗德都要气疯了。此刻他是真后悔叫那2个蠢货帮忙，不过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还处于正面战场。在成功化解掉恶龙党羽的干涉后，克罗姆的利爪也再次袭来。伽罗德不出所料地为自己的分心付出了代价，再次得到补给的克罗姆已经逐渐掌握了局面，而留给伽罗德的就只有死路一条。被藐视的伽罗德气急败坏，当即就要和克罗姆拼命。只是怒火攻心下，他的攻击早已变得杂乱无章，不仅一下都没能命中对方，反而被怪物轻易地挣脱了出去。伽罗德猜到了应该是怪物周身的那层光晕搞的鬼，他会调动人内心的恐惧，把自己的脑子搞得一团糟。所以在克罗姆故技重施再次使用幻象时，伽罗德有意坚守自己的内心，不停地告诫自己要保持理智。可当那幅画面真的呈现在眼前时，他还是忍不住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因为那是一张来自父亲的脸。满脸鲜血的他愤怒地朝着自己发出质问：伽罗德，你竟然敢杀我！童年时期的恐惧扑面而来，伽罗德的双腿开始抑制不住的颤抖，但也仅此而已。滚回地狱去吧，我不再是那个没有力量的小屁孩了。一声怒吼彻底吹散掉了这层阴霾，也让伽罗德的理智重新占了领高地。布满紫色晶石的拳头更是狠狠地砸上了怪物的脑袋。看着躺在地上的怪物，伽罗德总算拾回了信心，就凭这种小花招怎么可能战胜自己？然而随着眼前的景象同样发生扭曲，被他嗤之以鼻的小伎俩还是算计了他，因为被他打倒的根本就不是怪物，而是此刻正躺在血泊里的母亲。伽罗德满脸的不可置信，这是他最不愿被提起，也是伤他最深的一个人。好不容易稳固的道心这下彻底崩坏，思绪再次陷入到了儿时的阴影里。此时的他变回了年幼的自己，一个看不清面目的黑影不断的靠近他。虽然理智还在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可他的内心还是忍不住的害怕。你是怎么敢攻击自己的父亲的？像你这样的混蛋是会被扯断四肢喂狗的。在一步步的逼迫声中，他极力的想要推开对方，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使用任何力量。他变回了那个最软弱最无能的自己了。无力的喊叫充斥着伽罗德的整个脑海，而现实中的他同样已是无力反抗的状态，因为来自克罗姆的爪痕已经遍布了他的整副躯体。获得2868经验值，从50级升到51级。冰冷的提示音一如既往的响起，但此刻却更像是念给伽罗德的追悼词。被恶龙侵袭的小镇终于迎来了解放，可因此沦为怪物的勇士又该由谁来拯救呢？伤痕遍布的伽罗德已经渐渐失去了声息，但死死盯着他的克罗姆还久久未能平复。战胜了恶龙首领的确令他感到意外，但更令人惊喜的是，第3次进化给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能感受到这双手里蕴藏的力量，一个是制造幻象吞没对方内心的幻影，一个是窃取对方记忆和魔力的噬魂手。不知不觉中，克罗姆已经接纳了这副身体，但与此同时，他还有些收尾工作要处理。伽罗德的倒下对卡内拉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对其他余党来说更多的是担心自己的安危，以至于克罗姆只是象征性的吼了几声，他俩就被吓得仓皇逃窜，完全忘了双腿发软的卡内拉。不过好在克罗姆压根就没想杀他们，毕竟群龙无首的恶龙公会也掀不起什么风浪。相比之下，克罗姆更需要考虑的是接下来的自己究竟该何去何从。如今魔猿已死，恶龙也除，答应孩子们的承诺已经一一实现，他们是肯定能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了。可曾经许给自己的承诺又该如何实现呢？从雪莉那惊恐的表情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已经渐行渐远了。他一定感到非常震惊，毕竟谁会想到与自己同行的冒险家竟会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怪物呢？但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克罗姆已经在镇子上暴露过自己的身份了，所以他离开奥德菲尔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倘若雪莉是从村民口中得知的这个消息，以他的性子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他又会一路追随自己，所以让他用自己的眼睛确认也许才是最好的。想到这里，克罗姆愈发觉得自己需要离开的可能不只是奥德菲尔，
也许他更应该远离的是整个文明世界。从始至终，他所追求的不过都是逃避而已。毕竟他其实早就已经死了，如今的他只是一只怪物，无论如何的伪装都无法改变这不争的事实。就算今后能与妹妹重新相认，估计也就是今天这副局面吧。所以离开也许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倒不是克罗姆想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悲情的角色。毕竟曾经如此软弱无能的自己，如今都能完成拯救小镇的壮举，光这一点就足够令他引以为傲了。只是对于雪莉的决心，他可能还是小看了。尽管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下，雪莉连站起身来都显得尤为困难，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抱住了准备离开的克罗姆。突如其来的举动反倒吓了克罗姆一跳，殊不知雪莉也是同样的困惑，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要有怎样的想法，更不清楚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但此刻她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克罗姆内心的孤独，所以我想我必须要给你一个拥抱。女孩的温暖却是令克罗姆内心一颤，但眼下他也不知如何回应，只是呆呆地看着女孩，有些胆怯地收起了手，说不害怕肯定是骗人的，毕竟雪莉砰砰直跳的心脏正揭示着一切。不过在这样的一团迷雾中，有一件事他是100%确定的，那就是克罗姆你绝对是个好人。结合过往的一切，雪莉终于明白这个男人为什么总是一个人行动，为什么会害怕被人给看见。他的确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怪物身份，但即便如此，最后他还是为了拯救小镇，和自己一起进入了灾难之洞。最关键的是他真的做到了，所以雪莉当即决定要帮助克罗姆留在小镇上。为了显示自己有足够的决心，雪莉甚至还刻意提高了嗓门，殊不知这让她本就虚弱的身体失去了最后一点力气。雪莉不受控制地向下倒去，然后理所当然地躺进了克罗姆的怀里。雪莉的内心真的拥有一个纯洁的世界，因为她真心相信小镇会有可能接纳克罗姆。看着这个天真的女孩，克罗姆内心一阵唏嘘，明明已经伤得这么重了，却还要为了帮自己想办法而撑到最后一刻。她的话语的确非常鼓舞人心，但其实如果能忘掉与自己的一切，也许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克罗姆下意识地在掌心催动起魔法，他本能地觉得噬魂者既然能窃取别人的记忆，那应该也可以修改别人的记忆吧。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知道睡了多久，雪莉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此刻她的周围围满了人，自己也早已不在灾难之洞内。可她明明记得自己和克罗姆打败了魔猿后，正准备对付围剿而来的恶龙成员，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对了，克罗姆呢？雪莉慌张地向大家询问起一个皮肤白皙的男人，可他们哪还有看到什么人类？在循着一个怪物的嘶吼声赶到这里后，你就是我们唯一找到的人。目睹着一切的克罗姆这才安心离开了树林，独自坐在悬崖边的他开始静静地欣赏起自己的战果。因为此刻映衬在金光下的奥德菲尔，更像是专门为他翩翩起舞的少女，简直美得不可方物。没过多久，地牢领主被击败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奥德菲尔终于迎来了久违的狂欢，雪莉也理所应当成为了小镇的救世主。只是在小镇重新拥有和平的同时，街道上也多了一张怪物的通缉令。魔猿覆灭的消息不胫而走，祸乱小镇的罪恶也悄然退场，留给百姓的本不该只有庆贺，可事实却是除了雪莉，再也没有一人记得这背后的英雄。起初人们还不敢相信那只恶魔猴子真的被打败了，但随着首都即将派遣城主的消息到来时，所有的猜忌都不攻自破，大家终于可以不用生活在怪物的恐惧中了。从这天起，专为勇士雪莉举办的庆功宴整整持续了数天之久。可只有雪莉知道，真正击败怪物的是那个下落不明的男人。恶龙公会的分崩离析应该也是出自他之手，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应该归功于克罗姆的。可是你到底去哪里了呢？难道不应该你才是我们的救世主吗？一张怪物的画像突兀地张贴在酒馆的墙壁上，一个披着斗篷的男人看得出神，直到一个女孩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喝酒，被惊醒的男人这才礼貌地道谢并且婉拒了他。马尾女孩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庆功宴已经开了好几天了，可这家伙就只坐在这里盯着这幅画，却从来不和他们一起庆祝。当然了，地牢虽然被控制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绝对安全。女人没完没了地说着酒话，但男人却一句也没有回应。直到男人熟悉的背影引起了雪莉的注意，她立马迫不及待地上前打招呼，因为直觉告诉她这一定就是克罗姆。可当男人缓缓摘下他的斗篷后，露出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脸。尴尬的雪莉连忙解释是自己认错人了，并不停为自己的鲁莽表达着歉意。一则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小镇人民的狂欢，男人也自顾自地离开了这里。但随着他的掌心在脸上划过一道蓝芒，重新出现的赫然就是克罗姆的脸庞。他其实并不是有意要欺骗雪莉的，毕竟总不能带着一张大家都认识的脸四处乱跑吧。虽然第3次进化令他的魔力得到了翻倍的增长，伪装的时间也能够维持1天以上，就算被人发现他还能利用幻影来欺骗别人，再不济他还能抹除对方的记忆，但总归还是麻烦了些。而且随意干涉别人的记忆总给人很邪恶的感觉，所以他此次的离开并不是为了逃避，恰恰相反，是克罗姆为了继续追寻自己的目标。其实这也多亏了雪莉，正是由于他的认可才给了自己莫大的鼓舞，也让他更有勇气将来去直面卡米尔。所以这一次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克洛达特。与此同时，另一边一间豪华的房间内，2个男人正在密谋着什么。听说你能控制地下城灾难，这是真的吗？看起来萎靡不振的老者率先发话，对面是一位衣着华丽举手投足间透露着自信的红发青年。是的，梅兹多大人，
我们德文之爪是一个研究地下城秘密的炼金组织，经过几个世纪积累的研究成果，如今我们已经可以控制地牢的灾难了。闻言，梅兹多的眉宇间瞬间亮堂了起来。听起来世界的命运像是掌握在你们手里呢，但为什么来找像我这样卑微的城主，而不是去找王室呢？男人的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似乎对于这样的问题他早有预料。当然是因为您更懂得这份事业的伟大，也更会尊重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德文之爪并不是没有和主宰世界的主合作过，只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当这些君主达成自己的目标后，他们这些所谓的英雄就会被弃之敝履，久而久之，国家和人民会开始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再有感激之情，甚至如果我们挡住了他们的路，还会被认为是敌人。但如果我们能够暗地里利用这份力量来控制世界，这难道不是一个更有趣的提议吗？只是在启动这份计划前，我们还需要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梅兹多大人，我们将让您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德文之爪也将竭诚为您服务。梅兹多被这疯狂的想法吓到了，但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个诱人的计划。梅兹多两眼放光，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嗔怪着艾什，明明有着拯救世界的力量，却在行恶魔之事，但内心却是对这个变态认可的不得了。可重新落座的艾什却在这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他们也并不是随心所欲就可以控制灾难的，在那之前是需要非常复杂的准备工作，就比如为了应对不同状态的深渊，他们需要有足够多的黑魔法，而真正要使用它又需要更多的条件。随着一连串的问题被摆上桌面，梅兹多不得不重新审视德文之爪的能力了。恐怕在得到他的支持前，艾什还必须要展现出足够有说服力的作用。于是早有准备的艾什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地图，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一个有严重贸易问题的城市哈文，而这个问题的来源正是因为它的北部存在一个更大更富裕的城市洛克达特。紧接着艾什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说万一地下城灾难碰巧发生在洛克达特中，那原本属于他的金钱和货物是不是就会流向哈文呢？听着这份有趣的计划，梅兹多的眼里顿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对于艾什的这份投名状更是多了几分期待。明明是捍卫小镇的英雄，却被当作怪物挂在了墙上，只因少年在斩掉恶龙的同时，自己也彻底的沦为了魔物，以至于本该属于他的荣耀，如今却成为了留在这里的负担。好在女孩的真诚令他大受鼓舞，使得心灵上获得宽慰的同时，也令他有了直面过去的勇气。然而眼看着就要抵达洛克达特时，克罗姆却在这会儿遇上了怪物。好在这只三眼白狼只有区区16的等级，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测试对象。克罗姆当即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于是在白狼扑向他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下杀手，反而是调整身形瞄准起了狼头。紧接着他那漆黑的利爪再次附上一层熟悉的蓝芒，是魂者。在手背上那只眼睛睁开的同时，属于白狼的魔力也在不断涌向克罗姆，只是这个过程仅仅维持了数秒就被他给挣脱开来，取而代之的是对方扑面而来的狼爪。这一次克罗姆倒是没有犹豫，直接猛捶白狼的脑袋将他击退。本来他是想尝试在战斗过程中看是否有可能干扰目标的记忆，但事实却是他还来不及触碰对方的记忆就被白狼给挣脱了。想要有效的操控记忆，就只能在打败对方之后才能实行。显然这对于比较灵活的怪物并不适用，他能做的也只有掠夺他们的魔力，仅此而已。有了结论，克罗姆也不再打算浪费时间，直接一记飞跃快速掠过白狼的身体，伴随着3点经验的系统提示音，白狼的躯体瞬间分崩离析，化为了几块碎肉。克罗姆是知道等级差距越大获得的经验就越少的，但这3点着实有点离谱了吧。不过倒是另外有件事更令他感到困惑，那就是他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物，而且在克洛达特这么近的距离，也不应该出现这种等级的怪物啊。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直觉告诉他克洛达特应该出现了本不属于这里的东西，但克罗姆还是祈祷这一切只是自己的错觉而已。喧嚣的城市内，营业到深夜的酒馆依旧宾客满座，只是亚瑟却为招不到新成员而满脸愁容。尽管好兄弟已经在极力的开导，表示这本来就不是件轻松的事，可亚瑟始终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肯定是因为这些人都在躲着他们，而其中的原因自然不言而喻。自那件事情发生后不久，他们就被一个女孩拦在路上，她是那个家伙的姐姐。我哥哥最后一次出现是和你们一起去的地下城吧？亚瑟第一时间就明白了女孩的来意，但是他并没有当场承认。随后就见女孩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好吧，那我就直说了，就是你们把我弟弟带进地牢，然后出于某些原因，你们为了自己逃跑把他丢在了那里，对吧？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但他说的完全正确，所以亚瑟有理由相信一定是那个女孩散布了消息。他甚至都觉得最近已经开始有人在背后议论他们。强烈的自我怀疑令亚瑟都开始有点魔怔了。对面的好兄弟投来关切的目光。亚瑟，你怎么了？自从上次那件事后，你一直表现得很奇怪。然而不曾想这个敏感词却彻底点燃了亚瑟，当即揪起兄弟的领子呵斥他不要再提那件事，而且他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错，要怪只能怪那小子自己倒霉，等级这么低还带错了路，害得他们差点都死在了怪物的巢穴里。要不是我的英明决策，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亚瑟越说越激动，几乎差点都要骑在头巾男的身上了。但有一件事他也越来越肯定了，那就是自己没有错，他并不是一个杀人犯，所以那个女孩凭什么要用那样的目光审视自己？对于他散布那些关于我们的谣言，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与此同时，另一边，终于回到家乡的克罗姆却还是忍不住的紧张。虽然内心不停地暗示自己肯定不会被发现的，可越是这样，反而让他的行为越是不自然。那畏畏缩缩的模样，实在很难不让人将他当作是一个小偷。此时的卡米尔正在房内认真地练习魔法，一个栩栩如生的冰鸟赫然伫立在魔法阵之中。很显然，他对魔法的掌控又精进了一步。可卡米尔却始终觉得还不够，他需要变得更快更强。在窗外目睹着一切的克罗姆满眼心疼，果然是卡米尔啊，这么晚了还在练习魔法。克罗姆不禁觉得就这样看着也挺好的，关键是见面后又该以什么理由离开呢？毕竟他还是需要不断升级进化，才有机会恢复人类的外貌。而且卡米尔的状态看起来似乎并不需要担心，自己好像也没有必要非得露面，也许只需要看见他过得很好就足够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卡米尔的桌面已经堆满了各种动物，看得出来他也的确有些疲惫了。只见他缓缓地站起身来，是准备要去休息了吗？躲在窗外的克罗姆内心猜测。可就在这时，卡米尔却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匕首。克罗姆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当初用过的武器。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卡米尔突然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完全没了刚才练习魔法时的坚毅模样，充盈的泪珠在眼眶里不停打转。最可怕的是，他说自己马上就会去找哥哥的，这可把克罗姆给吓坏了，立马不管不顾地破窗而入。受到惊吓的卡米尔当即举起匕首对准了窗口，可当看清对方的模样后，卡米尔震惊的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实在不敢相信哥哥竟然还活着，直到明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后，这才愤怒地责怪哥哥为什么要做那些危险的事，就像曾经每一次出门前对哥哥的嘱托一样。卡米尔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大喊大叫的，明明自己有很多话要对哥哥说的。直到克罗姆的一声道歉，房间内顿时安静了下来。他搭着卡米尔的肩膀轻声呢喃了起来，也对，怎么可能会不担心呢？你也一直在找我不是吗？本就濒临崩溃的情绪这下彻底破防，卡米尔再也支撑不住地扑进哥哥怀里嚎啕大哭起来。你说对了，你这个笨蛋。曾经夸下海口要守护一切的哥哥，如今却成了妹妹的拖油瓶。只因少年觉醒的是史无前例的复活技能，这对一个冒险家而言不仅毫无帮助，甚至连使用的机会都没有。反倒是年幼的妹妹展露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强大的冰系攻击魔法更是完全碾压自己。两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妹妹的眼里由此也多了几分厌恶。本以为这样冷酷的妹妹根本不会在乎自己的离世，可当卡米尔抱着她曾经遗落的武器，脸上浮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哀伤时，克罗姆这才明白是自己想错了，哪有妹妹会不担心哥哥的呢？然而还不等卡米尔好好享受这久违的重逢时，克罗姆又表示他必须要马上离开了。卡米尔不理解，他不明白自己家为什么不能待，更不明白这段时间克罗姆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克罗姆也只能表示抱歉，不光是这些事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更重要的是他还不想这么早暴露自己怪物的身份。毕竟只要继续保持进化，他依旧有可能变回人类的模样。尽管上一次的选择令他看起来恐怖了许多，但他还是相信自己可以从中恢复过来。而到了那时候，我的等级应该也非常高了。想起当年弱小的自己，克罗姆还是不由得一阵唏嘘。那是给父母下葬的第一天，当时的卡米尔哭得伤心极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克罗姆当然要支棱起来。于是他向妹妹承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英雄，保护你的。我要改变这个世界，让发生在爸爸妈妈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少年壮志当凌云，说的就是当时的克罗姆。所以当后来那些不公的命运降临到他身上时，可想而知当时他有多么的痛苦。但不得不说，正是这些被他所憎恨的命运与身份，才让他成长到如今这么强大的地步。因此他必须要继续走下去，用一条畸形且崎岖的路去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所以对不起卡米尔，我保证在变得足够强大后一定会回来的。说完，克罗姆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出。等到卡米尔反应过来追出去的时候，空荡荡的街上早已没了任何的人影，周围一片寂静，就好像今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与此同时，另一边能够俯瞰整座城市的瞭望塔莫名地闪烁了几下。负责看护的凯文此时还沉浸在睡梦中，直到一阵连续的嗡鸣声突然将其惊醒，他这才发现传感器竟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闪烁。疑惑的凯文一度以为是仪器出故障了，可当他走到窗前企图验证自己的猜想时，眼前的一幕顿时惊得他瞪大了眼睛。只见一群从未见过的怪物正向这里袭来，为首的狼王浑身漆黑，体型更是远超同类数倍之多，而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德文之爪培育的一头领主。就在半个小时前，一头银发的少女走进了地下城，看着仅用100天不到就成长到如此地步的芬里厄，少女不得不佩服其主人的天才。可芬里厄似乎并不认识少女，张着血盆大口就咬了过去，直到一颗紫色圆球从少女的口袋被掏出，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蕴含着主人味道的魔法。芬里厄立马反应过来，眼前这个看起来有些邪佞的人类应该是主人派来的，于是只能乖乖任他调遣走出了地牢。而这也就意味着，当凯文发现兽群的时候，那名银发女孩也离他不远了。瞭望塔内并没有过多的打斗声，仅仅只有一道利器刺透血肉的声音。只是受伤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凯文，而是那名突然出现的少女。作为城市的守望者，哪个不是身经百战？凯文自然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危险的出现，并且也第一时间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女孩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她不敢相信对方这样一个成年人竟会毫不犹豫地对她这个女孩下死手。
那是因为凯文已经感受到对方远比自己强大得多，而且从那逐渐恢复的伤势来看，他知道自己再怎么刺他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在彻底击杀对方前，及时将怪物入侵的消息传递出去。然而女孩才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面对再次扑面而来的长枪，女孩只是淡淡一笑，然后在攻击即将到来的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那柄与身形不符的巨型镰刀更是在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红芒，紧接着红芒不出所料地落在了男人的背后，皮开肉绽的疼痛瞬间令他失去了战斗力。凯文这才明白自己与对方的实力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压根就多余出手了。看着奄奄一息的男人，女孩反倒抱歉了起来，说实话，我还是蛮享受疼痛带来的快感的，就是不知道你享不享受了。说着，那柄巨型镰刀缓缓靠近了凯文的伤口，紧接着女孩轻柔地捧起了他的脸，告诉我城市武装队的位置在哪里。凯文当然明白他想干什么，所以理所当然地拒绝告诉他，而这样的代价就是那把镰刀狠狠地扎进了他的骨头，强烈的痛感顿时令他失去了意识。可女孩却在这时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只见她的掌心微动，浓郁的金光快速修复起这具残破的身体。凯文从震惊的神色中慢慢又恢复了意识，他一个敌人为什么要治疗自己呢？答案自然不言而喻。女孩再次问出了同样的问题，凯文不想死，也不能死，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还没有将消息通知给大家。凭借这份强大的意志力，他硬是挺过了无数次的折磨，直到女孩都开始觉得索然无味，最终放弃折磨这个无趣的家伙。至此，他的脑海里也始终萦绕着自己的信念，有没有人能够听见？请一定要保护克洛达特。而这份信念的另一位拥有者，此刻正游荡在深夜的街道上。现在他总算不会再去危险的地牢找我了。沉浸在喜悦中的克罗姆完全没注意到迎面走来的人，结果就是两人撞了个满怀，还挨了对方一顿骂。可当看清来人的面目时，克罗姆顿时愣在了原地。曾经的一幕幕再度重现，那是一张他到死也不会忘记的脸。亚瑟，他是害死无辜少年的罪魁祸首，也是造就怪物勇士的始作俑者。可当两人再次相遇时，最先崩溃的却是他这个凶手。就在克罗姆还沉浸在见到妹妹的喜悦中时，迎面撞上的男人顿时令他愣在了原地，因为那是一张他死也不会忘记的脸。亚瑟，克罗姆，你这个混蛋竟然没死！亚瑟也是第一时间认出了对方，但很显然他并不相信这样的事实，毕竟当时有那么多的虫子，绝对会把他吃的连骨头都不剩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真的因为复活技能而复活了，但亚瑟还是难以理解，因为就算克罗姆活过来了，以他的实力也不可能独自走出那座地下城的，更何况在今天之前他也从未遇见过克罗姆，所以不管怎么想都还是觉得很奇怪。相比之下，反倒是克罗姆这个受害者要淡定得多，他更在意自己这张脸是否总会给他惹上这样不必要的麻烦。或许要用幻术改变自己的外貌吗？但仔细想想这也不现实，毕竟这会一直消耗他的魔力，所以他应该更加小心一点，避免再像今天一样遇上熟人。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亚瑟应该是唯一一个不该责备他莫名消失的人。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当克罗姆借着月光仔细看去时，才发现如今的亚瑟身形佝偻，脸颊消瘦，双眼无神，精神萎靡，很难不让人将他想成一个瘾君子。而此时他更是突然莫名其妙的暴走，抽出佩剑就要和克罗姆决一死战，因为他终于想明白了，一定是克罗姆变成恶魔回来找他索命来了。克罗姆都懵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变成怪物亚瑟倒是猜对了一半，但自己真的不是回来找他复仇的。可此刻的亚瑟俨然已经迷失了心智，就是因为我把你扔进了地狱，你才对我怀恨在心，对吧？日积月累的精神压力早已令他将内心的愧疚演变成了对克罗姆无尽的杀意。此时克罗姆也看出了亚瑟的精神状态不对劲，在这和他继续纠缠下去，恐怕很快就会引起别人注意的。于是克罗姆也缓缓将手伸向了自己的佩剑，然而这却恰恰印证了亚瑟的猜想，我就知道你真的是来杀我的。克罗姆真是无了个大雨，难道不是你先拔剑的吗？我一定会把你送回地狱的，你个没有技术的搬运工！亚瑟一边骂着垃圾话，一边发泄着他的怒火，但他的战斗水平给人的感觉却着实一般，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脑子不清楚。反正在这座小镇克罗姆可能遇见的人里，亚瑟绝对是目前最差的一个，但重点是该如何处理他呢？总不能杀了他吧。于是在亚瑟再次袭来时，克罗姆刻意向身侧撤了一步，在挡下攻击的同时快速调转剑柄，然后用力击打在亚瑟潭中穴的位置，强烈的窒息感瞬间袭来，亚瑟身体一软，直接跪倒在了地上。毕竟克罗姆现在的等级是他的2倍有余，想要杀他简直易如反掌。但毕竟亚瑟罪不至死，克罗姆也只希望能借此来让他冷静一下。然而终究还是他把事情想简单了。亚瑟对于当初那件事的执念太深了，一方面他是认为已死之人是不可能出现在面前的，另一方面是他不愿承认被自己眼中的废物所打败的事实，所以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他都不能在这种地方倒下。熊熊的烈火噌的一下爬上了整条剑刃，就算你能挡住我的剑，也不可能挡住我的火焰。他怒吼着再次朝着克罗姆发起了进攻，但无论他如何全力以赴，都不再可能是克罗姆的对手。借势蹲下的克罗姆只是轻轻勾出了脚踝，亚瑟就被自己摔得七荤八素，连手中的剑都没能握稳，因此飞了出去。在亚瑟爬向武器的过程中，不死心的克罗姆还在一个劲的解释，表示自己真的是人，而且也并不想找他复仇。
可谁知亚瑟突然回头暴怒地指责他：“别说谎了，你就是想欺骗我，然后再吃掉我。”这下克罗姆算是彻底明白了，他是根本不可能说服亚瑟的，因为这家伙他脑子不正常。既然如此，那克罗姆也不得不使用他的技能了。与此同时，小镇的南部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边防的士兵虽然全都举起了武器，但看得出来他们也都怕得要死。原来是小镇出现了大量恐怖的怪物，巨大的嘶吼声同样引起了克罗姆的注意。敏感的他第一时间判断出那是怪物的叫声，同样的声音，同样的地点，这不禁令他想起了10年前的那一幕，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在那一天去世的。而危急家园的险情似乎也让地上的亚瑟清醒了些，只是在他的认知里，这附近的地牢并没有不正常的现象。就在这时，亚瑟突然像被什么给击中了一般，他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定是克罗姆这个恶魔将那些怪物带进来的，我敢肯定一定是这样的，克罗姆都要烦死他了，到底要说多少废话才肯罢休啊？同时这也意味着克罗姆不能再拖了，他要尽快消除掉亚瑟的记忆。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之际，一道身影突然闯入了这里，吓得克罗姆赶紧收起了动作。好在对方并没有注意到两人，只是自顾自的在赶路。然而坑爹的亚瑟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打不过克罗姆的他赶忙向女孩求救，因为从他的打扮上来看，应该也是一名冒险家。可女孩并不想搭理他，表示自己还有任务在身。谁知这小子还是不依不饶，还将怪物闯入小镇的屎盆子也扣在了克罗姆的头上。克罗姆当然得辩解，因为这压根就不是他干的，而女孩当然也不相信，因为这其实是他干的。但这却把亚瑟这傻子急得不行，急赤白脸的一个劲的朝着女孩解释。渐渐的，克罗姆终于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因为那个女孩给他一种不祥的感觉，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像是受到了召唤一般，在牵引着自己向着女孩靠近，这种感觉很不好。他当即呵斥着亚瑟赶快离开那个女孩，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就在亚瑟回头之际，那柄巨大的镰刀狠狠地破开了他的后背。他嫌队友是个菜鸡，还将人家推进了魔窟，谁知少年因祸得福，反而成为了怪物勇士。如今勇士归来，好心对他既往不咎，他却死性不改，蹬鼻子上脸倒打一耙，不仅污蔑人家要当街行凶，还将怪物进城的屎盆子都扣在他头上。然而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就在落败的亚瑟求助路过的女孩时，一柄邪恶的镰刀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傻波一。女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聒噪的家伙，说了不可能不可能了，因为那些怪物明明是我放进来的嘛，病娇的脸庞上一抹邪魅的笑容若隐若现，让人看得实在有些不寒而栗。此时的亚瑟已经疼得浑身发抖，但他似乎还不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通常来讲，当幕后黑手主动卸下伪装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要狗带了，只不过这一次却被克罗姆给挡了下来，这倒是让女孩颇为不解，毕竟这两人刚刚不是还在打架吗？的确如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放任你杀人。克罗姆眼神坚毅，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个女孩，他知道这个女孩身上一定存在着有关怪物的信息，所以他必须要尽快击败对方，并及时赶往城市南部进行支援。但很显然，女孩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无非就是个盲目勇敢的傻瓜罢了。要不是自己有任务在身，必须要将血液送到镇中心去，他倒是很乐意享受慢慢把对方撕成碎片的快感。所以在速战速决这一点上，他俩倒是意外达成了共识。战斗一触即发，率先出手的是喜欢刀尖舔血的变态女孩，而横剑格挡的则是观众呼声最高的怪物勇士。至于这一次的最勇先锋，镜头不出所料的给到了现场唯一的观众亚瑟。此时的他看起来似乎充满了疑惑，他还是想不通克罗姆为什么要假装保护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施暴者，他更相信当初的克罗姆已经死了，否则自己也不可能逃出那个鬼地方。在那之前，他的确听说过有尸体吸收黑魔法变成怪物的消息，但也听过这些怪物会因此忘掉生前所有的怨恨。本来他都觉得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而已，但现在看来，难道克罗姆真的不是回来杀自己的？只不过克罗姆现在可没空搭理这个二货。女孩的强大给他带来了空前的压力，那柄巨型武器更是让他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他简直和恶龙公会的加罗德一样强大，不，也许比他更强大。克罗姆能感觉得到，这个女孩至少已经超过了50级，换句话说，她已经来到了普通冒险家的极限。再走下去就是接受招募成为一名骑士。克罗姆很难想象会在这样一座小镇里遇上如此强劲的对手，连绵的攻击都快要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但好在女孩终究还是露出了破绽，抓住机会的克罗姆立马突进，一记横斩终于成功命中了对方。然而紧绷的情绪还是没能松懈，他知道女孩不可能这么轻易被打败的。事实也果然如他所料，女孩并没有因此感受到半点痛苦，反而展露出对克罗姆的欣赏之情，这大大出乎了克罗姆的预料。尽管那道伤口很浅，但也不至于对他毫无作用的。直到一道金光浮现出女孩的掌心，肚子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时，克罗姆这才发现事态远比想象中要棘手得多。在彼此都拥有治疗技能的情况下，一旦被拖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小镇的伤亡只会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原本急着要走的女孩，这会儿也因伤痛的刺激变得好战了起来。而且更糟糕的是，在亚瑟的注视下，克罗姆打算用真身作战的想法也无法实现，所以利用幻影吓倒对手成了他唯一的希望。只是女孩那副无所畏惧的模样，无形中又给这招带来了巨大的难度。于是克罗姆只能将魔力附着在剑刃上，
然后找机会在接触到对方的一瞬间，挖掘出女孩心底最深层的恐惧。不过女孩也并不完全像她表面那样大大咧咧，前所未有的招式令她下意识地提高了警觉，以至于在迎接克罗姆接下来的进攻中，她的防守几乎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完全不给克罗姆触碰到她的机会。焦虑的心情不自觉地爬上了她的脸庞，细心的女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同时还发出了无情的嘲讽：看来你的技能非常消耗魔力啊，还能坚持得下去吗？克罗姆并没有回应，但他那微微颤动的身体已经完全印证了女孩的猜想。果不其然，当克罗姆再次发起冲锋后，他根本抵挡不住女孩的迎面反击，非但没能寸进半分，反而自己手中的剑也应声飞了出去。女孩满脸得意嘲弄起这个被他一眼看穿的家伙，但她不会想到这一切其实都是克罗姆的算计。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一只干枯诡异的手已经出现在了面前。克罗姆巧妙地利用双方的身形挡住了亚瑟的视野，这才无所顾忌地变出利爪，狠狠地掏向了女孩的胸口。噬魂者终于成功发动，女孩最脆弱的一面总算得以展现。可令克罗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似乎失算了，因为女孩的精神世界里除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克罗姆依然清楚地记得，加罗德的记忆深处是一片废墟的城市，而有些怪物的记忆则是地牢和广阔的田野。可像这种白色虚空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原本他还想借此了解女孩的一切，但现在看来这些显然是不可能了。直到一个女孩的背影突然闯入他的视野，克罗姆似乎终于发现了突破点。小女孩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嘴里不停地呢喃着治疗治疗，听得出来结果似乎并不如意。于是好奇的克罗姆想要上来一探究竟，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有些不寒而栗。只见地上堆满了各种染血的道具，以及被拆解的支离破碎的老鼠尸体，而女孩真正想要复活的竟然是一只被改造成2个头的老鼠。女孩将老鼠切成了80段，又将其中2头缝了起来。骇人的一幕，男人看的是有滋有味，可回头的女孩却吓得他心惊肉跳。原来男人是在窃取女孩的记忆碎片，虚幻的世界本就不该与她产生交互，可不知为何女孩就像是能看见自己似的，转过头来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以至于现实中的克罗姆顿时头痛欲裂，趴在地上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他不明白这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她的内心除了孩子般天真的残忍，竟然没有丝毫其他的情绪。而此时的女孩似乎也察觉到了异样，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对她做了什么，但她绝不希望自己受到任何的威胁。克罗姆暗道一声不好，尽管已经第一时间捡回了剑，但还是为自己的分心付出了代价。锋利的镰刀毫无悬念地划向了他的身体，巨大的余力甚至还将他击飞了出去。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打击下，克罗姆竟一时间没法回过神来。难道这样就要结束了吗？女孩用奚落的眼神注视着地上的克罗姆，此时才站起身来的克罗姆终于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幻影对女孩根本不起作用，眼下唯一有效的就只有解除伪装，恢复怪物的力量来击败他。可亚瑟看到了势必会大吵大闹，到时候搞得小镇人尽皆知人心惶惶。在目前怪物入侵的紧要关头，这种混乱无疑是更为致命的打击。可要是再这么继续僵持下去，只会让曾经的一幕再度上演，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克罗姆真的是要纠结死了。而同样纠结的还有亚瑟这个二货，尽管他实力不济，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局势已经倒向了魔女那一边。可他到现在还在纠结克罗姆到底是不是来杀他的。好在有一点他算是想明白了，那就是实力强悍的魔女杀掉克罗姆之后，自己同样是难逃一死。于是难得的大局观终于跳进了他的脑子里。亚瑟掏出仅有的一颗魔法石，并将自己为数不多的火系魔力全都灌注了进去。就在魔女全神贯注攻击克罗姆的时候，他成功的将其丢了出去。幸运的是他精准命中了魔女，但不幸的是这次攻击并未对他造成有效伤害，反而还招来了魔女的仇恨。对待这个不礼貌的家伙，女孩决定优先处理掉他。于是倒霉的亚瑟就这样又挨了一刀。看在眼里的克罗姆满是惊讶，他没想到亚瑟竟然能选择帮自己，但很显然他的生命也正因此变得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蓝芒伴随着金属碰撞声闯进了女孩的眼睛。等她的视野恢复清明后，这才发现竟是一个长相怪异的怪物挡下了自己的镰刀。女孩的第一反应倒不是怕，反而是疑惑，因为她很肯定自己并没有引来这样的怪物，所以她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难道是那个家伙？女孩的猜想很大胆也很正确，只不过眼下她可能更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战斗上。有了怪物之躯的加持，克罗姆的力量暴增，不仅轻易破开了女孩的防守，还在对方退出攻击范围前反手一击划开了她的身体。随后反应过来的女孩这才连续几个跳跃脱离了战斗。女孩能明显感受到对方变强了许多，不仅是因为这只怪物多了几只手，最关键的是对方还拥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正常来说怪物都是暴虐和混乱的，但他却完全没有被深渊的仇恨和欲望所控制。对于这样一款神秘的物种，实在很难不让人惊叹。女孩甚至觉得连那位大人恐怕都未必能预料到，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她接下来的计划。只见女孩双手握紧了武器，随着晦涩难懂的咒语在口中吟唱，脚下骤然出现了一个能量浓郁的魔法阵，那是女孩最强大的禁忌咒术——不朽的恶魔。这是一种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加速能量在体内循环，从而让施法者立即恢复所有伤势的同时，还能获得全方位的属性提升。女孩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逼到全力以赴的地步，
但毋庸置疑的是，接下来的战斗可不再是游戏了。怪物先生，话音刚落，那锋利的刀刃就精准无误地扎进了克罗姆的手臂里，但也仅此而已。还不等女孩得意地笑出声来，镰刀的尖刃就被卡在了肉里，再难寸进半分。那是因为克罗姆的另一只手正死死地抓着刀柄。果不其然，这又是克罗姆惯用的伎俩，而事实证明这的确非常有效。被钳制住的女孩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克罗姆的第三只手狠狠地划伤了眼睛。然而变态的女孩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反而是剧烈的疼痛令她兴奋到了极点。就算被夺走了武器，她也并不在乎，反正永生能让她无限的消耗对手。说着，那原本被一分为二的眼球竟开始诡异地蠕动起来，仅仅是几息之后便已经恢复如初了。但也就在这时，那柄巨型镰刀突然朝着女孩飞了过去。女孩满脸的不可置信，她以为那个家伙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自己的武器夺走的，所以她不理解对方为什么又要将武器还给她。那是因为女孩根本不明白，克罗姆现在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她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击败他，所以克罗姆其实压根就不在乎那把武器。至于接下来，无论女孩拥有何种神奇的生命能量，克罗姆都会一一将其击得粉碎。这头老鼠是女孩唯一的伙伴，却被他一刀斩成了80段，只因女孩是个变态，残忍的虐杀只会让她更嗨，就算受伤的那个是她自己也依旧不会例外。来自怪物勇士的拳头疯狂锤击着她的身体，可女孩非但不觉得痛苦，反而兴奋到了极点。毕竟已经好久没人能够逼出她的底牌了，而且还是来自这么一个前所未见的生物。她简直不敢相信竟然还有不被本能所控制的怪物，甚至她还一味地保护着人类，更何况躺在那儿的人不是还袭击了你吗？怪物的行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也让女孩因此变得更加疯狂。而克罗姆从始至终都没有理会过女孩的喋喋不休，不过他手中的攻击也从来没有停过。他才不信对方的生命能量真的是永无止境的。直到又是一拳狠狠地击中了女孩的下巴，折断的脖梗清晰地传来一连串的碎裂声。可仗着有恢复魔法的女孩，态度却一如既往的嚣张，左手揉捏刚被治愈好的脖子的同时，嘴里还在不断地嘲讽着怪物的无知。可下一秒，随着眼前快速掠过一道光影，女孩的左手就这么飞了出去。然而事实却还远不止于此，因为被拦腰斩断的还有她的身体。当她满脸诧异地感受到来自腹部的疼痛时，她的上半身已经渐渐倒飞了出去。任凭她的治愈魔法再强大，在捡回下半身之前估计都很难复原了。女孩的生命在急速流逝，显然已经活不久了。于是克罗姆回头准备处理亚瑟的事情，可就在他抬起腿准备要走时，女孩竟然凭借仅剩的一只手，硬是跳上了克罗姆的肩膀。对于这个胆敢在自己面前放松警惕的家伙，他死也要拉他一起下地狱。说着就张开他的樱桃小嘴，是要给克罗姆致命一击。然而悬殊的实力面前，一切不过是徒劳而已。克罗姆揪着女孩的脖子狠狠地砸向了地面。此时的女孩已经奄奄一息了，感受着即将走到终点的生命，她倒是没有一点悲伤，反而开始替眼前的怪物感到悲哀。要是你能抛弃理智就好了，其实活得像个真正的怪物也挺好的，毕竟无论你如何讨好人类，都不可能得到他们的爱。被重新拉起来的女孩满眼玩味地看着眼前的怪物，至此她也从来没有屈服过。但她不知道，克罗姆的愿望从来都不是成为英雄获得大家的关注，他只是想在这混乱的时代里尽可能地减轻人们生活中的痛苦，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这就是他所希望的一切。随着女孩的脑袋爆裂在这僻静的小巷里，这场怪物与变态的战斗终于落下了帷幕。至于接下来只需要处理掉亚瑟就行了。看着渐渐逼近自己的怪物，亚瑟慌得不行。尽管自己似乎猜对了一切，但这一次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随着怪物的爪子伸向了自己的脑袋，亚瑟顿时像被抽空了灵魂，身体根本无法动弹，周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重新恢复时已经不再是那个熟悉的小镇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诡异的眼球死死地盯着自己。亚瑟想要呐喊，却无论如何都发不出声，最后在强烈的恐惧中失去了意识。其实那是克罗姆故意吓他的幻象，至少现在这种情况下修改他的记忆会轻松一点。亚瑟那对浓重的黑眼圈再次映入眼帘，想来他一直以来的生活应该也不轻松。但无论是因为害怕还是内疚，就他当初的所作所为而言，这些都是他的罪有应得。克罗姆其实有想过不去触碰他的记忆，毕竟任何一段回忆都是每个人最宝贵的东西，更何况以他现在的这种精神状态，就算说遇见了怪物恐怕也不会有人信的。只是考虑到亚瑟可能会给卡米尔带来麻烦，所以他不得不这么做。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克罗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亚瑟，他对亚瑟表现出来的态度实在太过圣母，真的太难让人接受了。那是因为只有克罗姆知道，这个不怎么坚强的男人曾经也是个好人，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随着噬魂手窥探进亚瑟的脑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也随之展开。故事的开端是3位少年的第一次相遇，红发少年主动向路过的黑袍少年打起了招呼。红发了解对方的一切，他知道黑袍少年有一个只能使用一次的复活技能，这就意味着他没有战斗能力也无法升级，同时也是其他队伍不肯要他的主要原因。而且就算是打零工也都有比黑袍少年更合适的人选。但即便如此，红发还是朝对方发出了邀请，并且承诺不会要求对方做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因为他听说黑袍少年有个成为冒险家的执念，所以既然打算冒险了，那就和我们一起吧。一旁的头巾少年也在这时过来附和，
从他的嘴里，黑袍少年这才得知，原来红发也从小失去了父母，并且他的爸爸也是被怪物杀害的。然而故事到这里却发生了变化，原本应该接受邀请的黑袍少年这一次选择了拒绝。这一次他决定放弃成为一名冒险家了。闻言，红发少年并没有生气，反而非常认可对方的选择。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非常感谢你的邀请，再见了，亚瑟。原本要离开的红发突然停下了脚步。对于黑袍少年知道自己的名字，他感到非常诧异。可还不等他问清缘由，画面却被惊醒的亚瑟给打断了。此时克罗姆正费力地将他拖到了闹市区，终于在见到一个路人后，这才将亚瑟托付给了他。恢复意识的亚瑟疑惑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男人，从他嘴里得知自己刚刚是被一个奇怪的女人袭击了。亚瑟头痛欲裂，记忆有些模糊，但好像的确有这件事。看来是你救了我，我之前没见过你，你也是一名冒险家吗？对于亚瑟的表现，克罗姆非常满意，因为这就说明他已经成功删除亚瑟与自己有关的所有记忆了，相信他以后也会睡个好觉。可就在这时，亚瑟的瞳孔骤然紧缩，身体不由自主地跪倒在了克罗姆的面前。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两人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明白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甚至连此刻的亚瑟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心中有股强烈的感觉，要他一定要向面前这个救他的男人道歉。不过克罗姆倒是很快明白过来，那是亚瑟发自心底的忏悔。自从压抑内心的恐惧随着记忆消失后，那份压垮他的负罪感也浮出了水面。尽管亚瑟还是非常的困惑，但克罗姆真的不能再逗留了，因为南边与怪物的战事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再见了，亚瑟。他猎杀卫兵祸乱小镇，是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杀手，但在主人交代的任务面前却也是个宁死不屈，纵使被拦腰斩断也要反抗到底的战士。而他为了自己苟活选择背叛队友，就算每日饱受愧疚的折磨也无法掩盖他犯罪的事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确也曾是别人生命中的一束光。虽然说罪恶都应该得到惩治，但克罗姆觉得生命也应当有被救赎的机会，只不过这一切都与他再无瓜葛，因为从今天起他们都已是自己生命中的过客，眼下更值得他去救赎的是这个正在被怪物侵袭的小镇。虽说三眼白狼的等级并不算高，但架不住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这让本就不算强大的士兵这下连士气都彻底丢了。人类一方很快就陷入了劣势，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尽快疏散妇女儿童。然而随着一声高亢的吼声传入耳朵，男人这才真正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因为那显然就是地下城里的领主啊。他的出现就意味着原本的地牢失去了避风港的作用，因为那里不再有源源不断的黑魔法，取而代之的是怪物们会跟着领主这个魔法源一并闯进这片人类的生活区。所以想要在更多的怪物抵达这里之前，就必须要尽快干掉这头黑狼。可问题是，他一个普通人凭什么？光是看着怪物那遍布全身的眼睛就让人感到发怵。男人深知自己不是这些怪物的对手，但为了自己的家乡，他还是选择正面迎接可能让自己粉身碎骨的一切。而也正是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率先挡在了前面。大叔，你能往后面站站吗？男人看出了小伙的意图，可哪怕是自顾不暇了，他还不忘劝退小伙。无论你是谁，也不可能独自对付这么多怪物的。然而实际行动会替克罗姆证明一切。说话间，两只三眼白狼已经扑到了跟前，而克罗姆只是轻描淡写地挥动起手中的利刃，他们就已然是地上的两具尸体。经验是一如既往的少，但惊讶却一点也不会少。男人看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至于他不得不猜测起这位年轻勇者的真实身份。此时他们已经被更多的怪物团团包围，但男人的内心不知为何却没有半点慌张。刚刚的一幕再度上演，唯一不同的是地上的怪物尸体更多了。对付这些小怪，克罗姆根本毫不费力，尽管中间发生了点小插曲，但也无法对克罗姆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克罗姆调转剑柄，狠狠砸向白狼的狗头，紧接着一记斩击轻松带走了这只狼崽。如今有了噬魂者的魔力补给，克罗姆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再生，两者的相辅相成，这下就算来再多的怪物他也能全部消灭。再加上这些小狼崽的等级并不算高，克罗姆甚至都不需要展示他的怪物形态。少年勇者的强大大家都有目共睹，村民们的眼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有了这位强大的冒险家的加入，相信小镇很快就会摆脱危机的。只是其中有一人却突然停住了脚步，那是亚瑟的队友头巾男。他被眼前这位英雄的长相惊呆了，他与克罗姆长得真是太像了，是克罗姆活下来了吗？但头巾男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克罗姆根本不是白色的头发，他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副冷酷严厉的表情。片刻的胜利就冲昏了这些人的头脑，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已经悄然而至。随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一个漆黑的身影缓缓从迷雾中走来，那遍布眼球的身躯赫然就是地牢的领主芬里厄。亲眼目睹着遍地的同伴尸体，芬里厄顿时怒不可遏，随便一个甩尾更是爆发出恐怖的破坏力，所有人的情绪再次前所未有的紧张起来。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旧选择誓死迎战。只不过克罗姆还是那句话，你们能往后退些吗？芬里厄爆发出来的气势的确很唬人，但在克罗姆面前却根本不值一提。毕竟芬里厄只有46的等级，远不及加罗德亦或是泰坦魔猿的恐怖。克罗姆只是轻轻抬手一剑，便成功在他的身体上划开了一道口子。吃痛的芬里厄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这个人类总有一种让自己打心底发颤的感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直觉的确没错。几轮交锋下来，芬里厄非但没有取得半点进展，反而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反观克罗姆，一手是魂，一手再生，打了这么久，状态依旧是饱满如初。且不说克罗姆的等级还要高上许多，至此芬里厄终于意识到了不对，连自己最擅长的耐力都失去了效果，再打下去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即他转身就想逃跑，然而他似乎忘了这是人类的地盘，村民们虽然没有击败他的实力，但想办法困住他还是不算什么大问题的。早已准备好的锁链不断缠绕起怪物的身体，很快芬里厄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但与此同时，周围的环境也突然发生了变化。黑暗中，芬里厄极力的呐喊，可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反而是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了一个连他看了也害怕的怪物。芬里厄瞬间吓尿了，在想拼命挣扎时，骤然发现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只是不同的是自己的脖子又多了一道口子。然后芬里厄再也支撑不住的倒在了地上。800只怪物夜袭小镇，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全都只能乖乖等死。只有男人扛起了大旗并成功剿灭领主。可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此刻自己眼里的这位就是英雄，恰恰就是他们当初谁都不愿接受的废物少年。随着领主芬里厄的倒下，新一轮的地牢灾难也彻底被扼杀在了摇篮里。但克罗姆却是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因为今晚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里，仍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地方。就比如那个女孩为什么要将怪物引进小镇，由于克罗姆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审问她，所以这背后的具体原因也无从得知。但能肯定的是，他的身上应该可以找到相关的线索，只不过在回去之前，他可能得先处理掉这些炽热的目光。大放异彩的克罗姆显然已经成为了此刻的焦点，所以他只好提醒大家，小镇可能还残留有其他怪物，以此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当然这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的确不是可以放松的时刻。于是被一致认可的想法很快得到了执行，这才让克罗姆有机会逃离众人的目光。然而意外的擦肩而过却让头巾男再次陷入了沉思，因为他真的和克罗姆太像了，除了表情和气场外，他俩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无论这是不是真的，有一件事他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今天的事绝不能告诉亚瑟，因为以他现在这种精神状态，显然无法承受任何的打击了。没过多久，克罗姆又重新回到了刚刚的战场，此时这里除了一地的残肢再无其他。不过克罗姆还是得小心的检查女人的尸体，毕竟谁都不知道她到底会不会又重新站起来。除了女孩为什么要将怪物引进这里，克罗姆其实一直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见面时内心莫名受到牵引的感觉，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厌恶感，总之感受非常不好。如今即便是面对她的尸体，仍存在这种感受。直到克罗姆翻动起女孩的斗篷，背后的原因也由此浮出了水面，那是一颗散发着一缕幽光的珠子，里面似乎还有一丝流动的液体若隐若现。很显然，真正令人感到不适的是这颗珠子，但是否意味着这就是他用来引诱怪物进城的东西，这一点还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克罗姆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这种不祥的东西绝不能留在小镇里。小镇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天亮才渐渐静了下来，此时的大街小巷已经躺满了各种伤员，其中有名女孩慌乱地挤出人群，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只是结果看起来有些不尽人意。直到一阵兴奋的议论声传入她的耳朵，话题的核心是一名满头白发的年轻勇士，要不是他的出现，恐怕洛克达特就已经成为废墟了。不知道为什么女孩的心突然的平静了下来，今天这一幕似乎当年有个家伙也向她承诺过，为了不让自己哭泣，他说要守护自己，更要守护整座小镇的。他不敢相信那个家伙真的做到了，至此他不再为他担心，因为女孩知道哥哥已经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所以完成一切后就赶紧回家吧。几天后，王国首都雷堡内，伏坐在会议厅内的队长们全都面露不悦，其中一人更是拍案而起，愤怒的呵斥，因为一整个洛克达特瞭望塔内的卫兵竟然全死了，这显然是人为的，对吧？可也有人表示不要那么激动，这也有可能是谣言，毕竟每当怪物入侵的时候，总会滋生出各种说法。当即又有人出言反对，并谈到了本次会议的重点——德文之爪。他们的焦虑其实更多是源自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红人的信息，毕竟审判日眼看着就快到了，他们却连红人在哪里都不知道。看着这群争吵不休的家伙，艾兰德满眼不屑，可一旁的米拉却陷入了沉思，因为审判日这个词是他第一次听说。会议结束后，走廊上的艾兰德终于忍不住吐槽这些只会大吼大叫的猴子们，而米拉却是第一时间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知情甚少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其他队长都这么焦虑，他只知道大家口中的红人就是一个脸上有红色胎记的人，而且他很有可能参与了这次的怪物袭击，只是大家都从来没有正式寻找过他，甚至连红人究竟是否存在都还不确定。但米拉相信队长应该知道更多的隐情，过度猜测可是会缩短你的寿命的。艾兰德毫不留情地教训起这个小妮子，不过对于这名自己最信任的手下，他最终决定还是让他参与进来。我想你应该知道，100多年前有位乡下的城主利用某种邪恶的手段控制了怪物，并带领他们向都城发动了袭击，而那名城主的幕后黑手就是当时的子爵艾洛斯大人，一个拥有红色头发和红色印记的男人。闻言，米莉顿时爆发出不可置信的惊讶，难道他就是那名红人吗？可那不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吗？艾兰德并没有理会，而是继续说道，300年前，一个宫廷法师因为诅咒了全镇的人而被处死。对于这件事，我们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
更不知道那名法师的具体名字，但据说他的头发红得像火，脸上还有严重的炎症。听到这里，米拉已经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可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1000年前有一位神赐福于人类，多亏了这位神人类才可以不用惧怕怪物。但根据一处经文记载，这道祝福的影响太大，以至于破坏了世间的平衡，所以作为代价，灾难将会降临地球7天。于是从地震到洪水和龙卷风，还有火焰之风和成群的怪物，直到最后一天，一个比红色沼泽还要红的怪物从里面爬了出来。米拉彻底懵了，别告诉我这就是大家所担心的红人。虽然艾兰德也不愿意相信，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神之长老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不管怎样，怪物的攻击也的确在逐年增加。如果这种情况再这么持续，人类肯定是无法坚持下去的。所以找到红人并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国家最首要的关键任务。与此同时，另一边，一份有关洛克达特被袭击的新闻却被人大为夸赞。梅兹多没想到艾什竟然真的办到了。虽然来自密探的消息表示霍乱很快又被平息了，但也足以证明艾什先生的能力了。梅兹多开心坏了，当即表示之前承诺的研究经费很快就会落实的。只是他不明白艾什为什么一副并不开心的样子。直到艾什的拳头猛然砸击桌面，内心积压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的被释放了出来。只因诱发地牢灾难对他来说本就不是什么难事，被人干掉几只怪物他更不会在乎。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是，究竟是谁有这么大能耐？毕竟这次带队的可是加勒特，要说他背叛那是绝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他还掌握了长生不老的终极白魔法。真的有一个人能强大到对付芬里厄的同时还能干掉加勒特吗？他能想到的就只有骑士军团，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这样的想法，因为这就意味着蕴含自己血液的水晶也会落到他们之手。他根本不认为这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否则他们此刻已经来抓自己了。那么剩下的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出现了超脱规则的家伙，一个当初诅咒这个世界的那名伪神的产物。